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明明已经多年未见，但某个瞬间的眼神交错，却能瞬间将你拽回那些久远的记忆深处。命运总是在你最不设防的时候排一次心口钝痛的重逢。那天下午，成都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照常骑着那辆老旧的电动车，后座上绑着一只印有成衣附院字样的保温饭和孙雅文。今天排夜班，让我顺路给他送份热饭。过去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我顶着雨，一手握伞，一手提饭，正打算进门时，却在门诊大厅那排长椅前愣住了脚步。是他那个10年前我一气之下离家发誓不再见的男人许建成。他蜷缩在角落里，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被微微佝偻，眼神落在脚边那张诊断报告上，神色疲惫却异常专注。我甚至不确定他有没有察觉到，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像一尊褪色的雕像，与医院冰冷的光线融为一体。我的第一反应是转身走开，可不知为何，双脚像生了根，10年过去了，我自认早已将那些恩怨情绪丢在了工地的水泥与钢筋之间，但此刻心口仍不受控制地泛上一阵钝痛。他还是老了10年前，他头发还半黑，如今几乎全白了，脸上沟壑纵横，眼皮松弛，像被岁月捶打的。没有棱角，我记忆中的许建成虽话不多，却有一股不容置疑帅的硬气。如今的他就像被时间抽空了骨架，只剩下一具沉默而干瘪的皮囊。我走近几步，他终于察觉，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激动，仿佛早已预见我会出现。他没说话，只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低头继续看报告。你病了？我问他，点点头。老毛病查个常规。我沉默了一会儿。你一个人来看病？他仍旧淡淡习惯了，就是这句习惯了让我喉头一紧。当年我走的决没留下一句话，他没有挽留，也没找过我。10年过去，各自沉浮，仿佛已无交集可眼前。这个画面却像一把无形的锤子，狠狠敲在我那层自以为已经风化的情绪壳上。我递给他一瓶水，他接过手指，枯瘦皮肤粗糙，指节突出，像一段干裂的老树枝。孙雅文还在这医院？他忽然问我一阵，你知道你妈走那年，他陪你哭了一整晚。我记得那一刻我心头一震，原来他不是全然不知我的近况，他只是从未插手。我们并肩坐了会，彼此都没多说什么，只是临走前他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串生锈的钥匙递给我，有空去仓库看看。我接过钥匙，心中浮现出那间我早已遗忘的老仓库。小时候那里是我和韦凯堆木板搭纸箱小屋的乐园。后来我离家，他也封尘了许多年。许建成没有再说话，站起身，拖着脚步往走廊另一头去了。雨声在玻璃上敲打得越发急促，而我坐在那张椅子上，手里握着那串钥匙，像是握着一段还没揭晓的往事。我不知道此刻这场偶遇会将我卷进一个被遗忘的父子故事中，带我走进一个男人沉默一生的爱仓库的钥匙被我随手塞进外套口袋里。一路回家的电动车行驶在潮湿的街道上，轮胎在水洼中溅起一串串水花。天色早已暗了头顶的路灯，一盏明一盏暗，和我脑海里那段斑驳的回忆一模一样。回到家，孙雅文还没下班，我换了双拖鞋，脱掉湿透的外套，倚在厨房门口，盯着冒着热气的电饭煲，出神雨点敲在窗户上的声音，像极了儿时住在旧小区顶楼时那些雷雨夜里屋顶铁皮的声响。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许建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大概是从陈玉萍去世之后。他是我生命中唯一让我感觉家这个词还有点温度的人。我7岁那年被他们从福利院接回来，当时他抱着我笑着说，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大儿子了。我清楚记得他抱我时那股洗衣粉混着米香的味道，还有他手心温热的触感。起初的几年还算温暖，虽然韦凯出生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亲生的弟弟身上，但陈玉萍从没冷落过我。他每天早上会给我们2个一人煮一碗蛋花粥，冬天会亲手织毛衣，谁发烧了就整夜守着他。总是说家里不分亲疏，都是我命里来的孩子。可是那年冬天，他查出胃癌晚期，年不到就走了。他走的那天，我站在病房外，看着韦凯靠在他床边，哭得喘不过气。许建成低着头不发一言，直到医生宣布时间，他才像一具木偶一样慢慢
跪下，我站在最角落，没人回头看我一眼。葬礼那天，许建成抱着韦凯，而我站在一旁，手里攥着那封偷偷塞给我却一直没敢打开的信，那是他病危前偷放在我书包夹层的泽安。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个家不再属于你，请不要怪你爸，他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你要坚强，不要走远了。我没能读完那封信，说为当天晚上许建成进了我房间，搬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书桌，说韦凯需要安静的地方写作业。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信里的话像个笑话，原来他不是不会表达，而是懒得对我表达。我开始不回家吃饭，晚上在楼下打篮球，打到深夜，甚至和几个社会青年厮混，装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有次在楼下抽烟，被邻居看见了。许建成没吭声，只是站在阳台上盯了我一晚上。后来某个夜里，我们终于爆发，为什么你只给韦凯买新衣服？为什么他可以上钢琴课，我连个练字帖都没有？他那晚第一次摔了筷子，声音沉得像雷，你别拿不是亲生的当借口，你自己不学好还怪别人偏心。我愣住了，不是亲生的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比谁都伤人。那一晚我收拾了一个行李包，凌晨3点离开了那个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回头。我靠，打零工过活，后来跟着装修队学技术，再后来借钱开了第一家建材铺，日子过得不容易，但至少是自己打拼来的。我从没想过回头，更不想让许建成看到我如今是什么样。可如今他竟然还保留着那串仓库钥匙，他还记得它的存在。那天夜里，我把信纸重新找出来，一边泡着茶，一边重新读着那封陈玉萍写的短短几行字，那些看似柔弱却坚定的话语，仿佛穿越了10年的沉默，让我心口一阵阵发热。我想起小时候，每年中秋节他都要亲手做豆沙、月饼，我和韦凯坐在厨房地上抢着吃。一块他总是笑着说，你们两个吃东西怎么比打仗还厉害？如今厨房还在，人也不在了。突然之间我开始怀疑，我一直对许建成的愤怒真的是因为他不爱我吗？还是因为我失去了那个唯一让我觉得这个家值得留恋的人？手机响了，市医院来电，许建成先生今天检查后数值异常，建议家属安排进一步检查。我愣了一下，家属我算吗？我挂断电话，把那封旧信重新叠好放回抽屉，抬头望了望窗外，人在下雨的夜色，心中像被一根旧线牵扯着，不断拽着我往那个尘封已久的地方走。那个地方叫做家。我一直以为离开那个家是我人生里最正确的一步。10年3680个日夜，我从一个一身力气口袋里有几百块钱的年轻人，熬成了如今在晨曦有2家建材门市，靠自己养活自己的男人。别人都说我能吃苦，有魄力，能沉得住气，可只有我知道，这一路走来，我吃的不是苦，是咬牙不倒下的倔。那年离家后，我在建筑工地做杂工，凌晨4点扛水泥，晚上扫地搭架子，每天浑身灰尘。有次从5楼摔下来，伤了腰柱，进了医院，连探病的朋友都没有。一个是孙雅文，那时候还是个实习护士，替我换药，讲笑话，偷塞水果，还说我脸黑的像从煤堆里爬出来的狗熊，然后笑的跟个天使一样。我忘不了那年除夕夜医院冷清的可怕，他悄悄煮了一碗面，还放了个煎蛋摆在我床头。虽然你不是我家人，但今晚我就当你是。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有了想留下的冲动。3年后，我们结婚，没酒席，没戒指，连蜜月都是他请了3天假陪我去郊外一个小镇住了2晚。我问他不后悔吗？他说后悔也晚了。他性子温和，做事仔细，从不多嘴评论我跟原生家庭的事。他只说过一次，你爸可能不是不想，你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冷笑，那他至少能来看看。说我吧，10年连个电话都没有，他也不再多说。我以为这一生我们就这样过了，虽然不富裕，但平稳，也有些小积蓄，日子还算过得去。直到那天在医院遇见许建成，像是命运的某种回响，把我推回那道多年前未曾关闭的门口。第2周，我忍不住又去了医院。孙雅文说他每周2、5会来复查，果然门诊走廊尽头，说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个拉着吊瓶的老太太。她没跟人说话，只盯着窗外发呆，太阳照在她头发上，那片白的刺眼。我走过去坐下，她只轻轻点了个头。
身体怎么样？我问老毛病，撑一天算一天。他说的平淡，我忍不住问维凯呢？他不来看你。他顿了顿，说他忙，晚上还得跑车休息不好。我心中一震，这么多年过去，许维凯居然成了滴滴司机，我以为他至少也能混个单位，哪怕是个仓库管理员。他看我神情复杂，突然低声说，你现在混得不错。我没说话。从医院出来，我特意走了一趟旧小区院子里那棵枇杷树，还在楼道墙壁上贴满了五花八门的小广告，3楼的窗户还挂着褪色的绿帘子，阳台角落那盆芦荟死呼，早就哭死老邻居张婶在楼下晒衣服，远远看到我愣了一下，哎呦，这不是泽安吗？我笑着点头。他走进来，压低声音，你爸前阵子还拿着你的店铺宣传在阳台看，说我儿子现在自己有公司了，笑的那个得意，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和好了。我怔住他，知道我的店还看我的宣传册，我从没寄给过他任何东西。难道是他是在哪儿拿到的？张婶摇头，他没说，只是每次看到你出现在电视里、报纸上，他都偷着收起来，锁在抽屉里。那一刻，我像被谁拿棍子重重敲了一下。后脑那不是冷漠，而是躲在角落的自卑与沉默。离开时，张婶追着塞给我一个纸袋，你爸托我帮忙留的，说你如果哪天回来让我给你。我打开是几张饭，说黄的便签纸上面写满了建材进货记录，还有一个地址在城西郊外，标注着老仓库，那正是我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我想起他临走前给我的那串钥匙，一切似乎拼成了一幅模糊却逐渐清晰的图。他没有真正放弃我，他只是用他那种最拙劣最安静的方式把我藏在心里。我骑车回家，一路上风吹雨点，天黑的很快，像极了我和他之间10年的沉默。但现在我开始怀疑，我是否也曾用沉默惩罚了一个不会说爱的父亲。我推开家门，孙亚文正坐在沙发上看书，他见我进来问又去医院了。我点头，他合上书走过来，伸手拍了拍我背。其实你现在还回得去哪里？我苦笑，他抬头看我，轻声说，回你心里那个。家许建成搬进病房的第3周，我终于忍不住开始频繁去医院探望他的话依旧不多见。我来了顶多点个头，偶尔说两句来了别送吃的，吃不下，可我还是一次次地去，就像一种本能，仿佛错过太久的时间，总该有点方式补回来。我不是没犹豫过，甚至在病房门前徘徊时，我也曾想转身，但每次看到他一个人拿着药单，穿着脱线的旧毛衣，咳得撕心裂肺时，我都无法说服自己，就这么走开他，开始慢慢习惯我的出现。有时会让我帮他揉揉肩，有时让我到楼下帮他买报纸，有一回还说药房太挤了，帮我排个号，语气淡淡的。但我知道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他那里是一种低调又迟来的接受。你最近忙吗？他一次突然问我，一愣，回也就那样。店里还算稳，他点点头，不容易。我低声道，都是一点点熬出来的。那一刻我们都没再说话，但我知道他听懂了我心里的那句话，没你帮过我也活下来了。隔天我照例给他送了份糯米鸡，他吃了一半，说你妈在世的时候最爱做这个。我巴特了一声，没接话，可心里却止不住泛起苦意。他从来不提我妈的名字，也许是怕触景生情，也许是怕我多想。但我记得在他去世那天晚上，他站在阳台上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眼圈红得吓人。他其实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是你。我愣住，你怎么知道他在信里写了？我猛地抬头，他却闭口不再说。原来他知道那封信，原来这些年他什么都知道。那是天回家，我一直坐在阳台上发呆，直到孙亚文从医院回来，看着我，轻声问他最近好吗？我点点头，好的，让我开始内疚。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其实有个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看着他，我刚入职那年，他来过一次问我你住哪个病房，那天你腰伤动了，小手术还在昏迷，他没进去，只在外面站了很久，然后走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以为你不想知道。我低下头，眼眶发热。那天我昏迷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孙亚文。我曾笑说他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却从没想过那场转折的背后也有一个人站在影子里默默守望。第二天中午，我给许建成带去一份自制的鸡汤，他接过碗轻声说谢谢。这时他第一次对我说谢谢。病房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年轻男人
站在门口，头发染得微黄，身上带着一股汽油味儿。他手上拎着一袋水果，眼神却有些游离。我愣住了，维凯他也愣了一下，随后笑笑哥。许建成望着我们兄弟俩，眼角微动，但没有说话。你来了，我语气不自觉透出些许防备。爸打电话叫我来看看他。维凯走进来，将水果放下。最近生意不好，天天跑滴滴，没时间。我没接话，三人之间的空气一时凝滞。坐吧。父亲平静道。我们肩并肩坐在病床两侧，各自看着地板，不说话，仿佛三把刀斜插在同一个房间，却谁也不敢掀动仓库。你还记得吗？许建成忽然开口，看着我。我点点头。钥匙还在你哪天有空过去看看。他说嘘完，转头看了眼维凯，你也该去看看，我不记得那地方了。维凯皱眉，你小时候可最喜欢往那儿跑。他淡淡道。我们谁都没有回应。出门时，维凯突然拦住我哥，能聊两句吗？我跟他走到走廊尽头，他点了根烟，靠着墙。爸是不是快不行了？我不语他。如果真走了那几个铺子怎么办？我看着他半晌说，现在就开始惦记。好，遗产了，我没别的意思，只是你知道我们家也就那些值钱的了。我冷笑，他还没死呢。维凯盯着我，眼里闪过一丝怒气。你走了10年，现在突然回来就想全接，管了。我也动怒了。我走是因为你和他从没把我当家人，你是他捡回来的，不是我让你来的。他声音拔高，空气凝滞，我们对峙在病房门外，仿佛要将10年的怒火全部倾泻而出。可就在这时，病房里传来一声咳嗽，我们停了下来。我深吸一口气，低声说，这事等他说了算。维凯狠狠地踩灭烟，甩下一句，随你我。回头看了看病房窗外，天色渐暗，而许建成就那样安静地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不知是否听到了我们的一切。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无论我们兄弟如何争时间，都不会等我们那个雨夜过后。我和维凯谁都没再主动联系对方，但我知道他跟我一样，心里都悬着一根绷紧的线，那线一头拴着病房里那个渐渐沉默的男人，另一头牵着一段注定难解的血缘。医生的建议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手机上，建议转入观察病房，肾功能下降，需家属签字同意后续治疗。我签下每一份同意书时，手都在发抖。他越是安静，我越是恐慌。那天我带了一份法院文件去医院，一纸遗产意向声明，由父亲口述律师在场做见证。不是我催，是医生说他状态可能随时恶化，不得不提前准备。我原以为他会拒绝，毕竟这个男人一辈子强硬，骨子里有股死也不求人的倔气。他只是扫了一眼文件，抬头问我，维凯知道吗？我点头，我会让他签确认。他沉默片刻，接过笔，那一笔写得很慢很沉，每一画仿佛都在消他最后的力气。中他分配如下：成都市区内3间店面由许维凯继承，用于生活保障；城西郊外仓库由许泽安继承，自行处置。我望着文件，内心并不平静。他真的偏心维凯？还是另有所指？签完字后，他靠在枕上歇息良久，声音沙哑的像风刮破窗帘。仓库那边你要自己看里面的东西。我没动过，我盯着他干裂的嘴唇，喉头发紧。你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他闭上眼，微微摇头。有些事儿说了也没用，你亲眼看过才算数。那天黄昏，我正要离开时，他突然叫住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一串老钥匙，铁锈斑斑磨损的，几乎看不清轮廓。拿去吧。他递给我，等哪天我不在了就去那儿看看。你什么意思？我声音发紧。他没回答，只说了一句，有些东西比房子值钱。回家的路上，我把钥匙放在手心，翻来覆去看，那是老式挂锁钥匙，很重，沉甸甸的，就像这段难以启齿的亲情。我本以为这把钥匙只是个象征，或者是他最后想哄哄我的借口，但潜意识里又总觉得他不会拿生死前的最后力气讲一个空话。几天后，医院打来电话说他情况骤变，建议立即到场。我赶到时，他正戴着氧气面罩，呼吸断断续续，嘴唇发紫。医生在病房外简短通知我做好心理准备。我站在病床前，看着他那双干瘪的手无力地搭在床单上，我的喉咙哽住，半句话都说不出来。爸，我终于吐出这个词，声音哽咽。他睁开眼望着我，嘴唇微动，我凑近听才听清，他重复着一个字，钥匙。
钥匙我点头，在我这儿，我收好了它，嘴角微微弯起，竟然露出一丝满足的笑意。那笑意太浅，像风吹过湖面，只存几道细纹，却在我心头激起，惊涛骇浪没在。C 说话那晚，他走得极安静，无声无息，像他活了一辈子那样，不愿麻烦别人，也不留遗憾的哭闹，只是走前人死死攥着那张写有我名字的遗产文件复印。见我跪在病床前，哭得整个人脱离孙亚文，站在走廊门口没说话，只默默为我披上一件外套。他最放心不下的其实是你，他轻声道，为什么你是他这一辈子最亏欠的那个人？我抱着脑袋，不知是哭还是自责。葬礼那天来的人不多，大多是老街坊和几个亲戚，简简单单的送他最后一程。韦凯也来了，穿着黑西装，却始终站在人群边缘。仪式结束后，他悄悄走到我面前，文件我看过了。他说谢谢你没有争。我看着他，忽然有些疲惫。我不是不争，是不懂他为什么那样分。他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他跟我说过，仓库那个地方以前是他和我妈最初创业的地方。我镇住他说，那是他真正的，跟你不想要。韦凯摇头，我不懂建材，也不想去碰那些回忆。他把他留给你，应该有他的理由。我一时无语，他拍拍我肩膀，叹口气，我这个弟弟太不像话了，小时候就欺负你，现在还是你是送他最后一程。我苦笑，我们都一样，不会表达罢了。韦凯没再说话，转身离开，而我站在空荡荡的灵堂前，握紧那串生锈的钥匙，脑海里只有父亲那句低沉沙哑的话，有些东西比房子值钱。我忽然很想知道那些值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段未解的亲情，一片藏了半生的心意，还是一个男人一生的孤独葬。礼后的第3天，我终于鼓起勇气，骑着电动车，带着那串铁锈斑斑的钥匙，前往城西那片早被开发商遗忘的老工业区仓库，坐落在一条破败小巷尽头。门口的招牌早已掉了漆，只剩模糊几个字，恒信建材旧库。我下车时，脚边掠过一只野猫，警觉地望我一眼，又消失在草丛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灰尘的混合气息。我将钥匙插进那扇厚重的铁门，锁芯卡住几秒，咔嗒一声，门终于缓缓打开，仿佛一口尘封多年的棺木。阳光从缝隙间斜照进来，照亮了地蜘蛛网、锈迹斑斑的铁架和一排排倒塌的木柜，灰尘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咳嗽了几声，却一步步走了进去。仓库比我记忆中小了一些，但布局没有变。小时候，我常和韦凯在这玩盖房子的游戏，用旧纸箱垒出客厅和厨房，然后钻进去做饭睡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珍宠，也不懂家，是会碎的。我在角落里找到一个红色木箱，上面用黑笔歪歪扭扭写着老资料，尽翻我蹲下身，用钥匙打开锁扣箱子，吱呀一声弹开，露出满满一箱旧档案带照片，甚至是几本厚重的日记本。我拿起最上面一本，第一页写着1995年12月领养申请通过。我心头一震，那是我正式被接进这个家的日子。我翻页记录，密密麻麻。今天他不肯吃饭，一直坐在角落不说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吓到了他，第一次带他去上学，他紧紧拉着我手，怕我丢下他。我没甩开他，跟韦凯一起打破花瓶。明明是韦凯先动手，他却抢着认错，我罚了他。可他只是低头，一句话都不说，每一页都写着我成长的痕迹。我以为他根本不关心我，可原来他只是把心藏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我坐在灰尘中，鼻腔发酸，继续往下翻。那年我离家，他在日记中写泽安走了，我没拦，我怕我一说话就更留不住他。我是不是说像我爸了？我看不懂那句话的前因，直到我翻到最底部一封信，那是一封他写给我却从未寄出的信则案。我一直想做一个好父亲，但我表达感情的方式太差了。我怕你误会，怕你觉得我只疼韦凯。可你不知道，你读初中时有次夜里高烧，我背着你跑了整整3公里，因为那时车打不着火，我怕你出事，就各劲跑。后来你醒了，我没说什么，你说你记不得了，其实是我没告诉你，信纸下压着一张照片，是我高考后在黑板前查分数的背影。那张照片的拍摄角度显然不是我母亲拍的，她也在场。我握着那张泛黄的照片，眼泪一滴滴砸在地板上。墙角突然传来一阵风声，我回头发现有块木板轻轻晃动，我走过去，手
小心地掀开木板，眼前豁然开朗，那竟是一面照片墙。从我7岁第一次来家里，到我成年离家开店结婚，甚至我和孙雅文在街头吃路边摊的模糊背影，每一张都印证着他的关注，甚至还有我在电视台做行业访谈的截图，那一帧我都不记得的画面，他也不知通过什么方式保存下来，用胶带一张张粘在木板上。他每年都来拍一次。一个苍老声音在门外响起，我转头是张婶，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爸每次来看仓库都会顺路去我家，说喝口水休息。后来他老了，就让我帮他保存点东西。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录音带。他说哪天你来了就把这个给你。我小心插进播放器，按下播放键，喇叭里传出一个微弱好但熟悉的女声泽安，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那个你爱搭木屋的仓库，那就说明你还愿意回头看看这个家。那是我母亲的声音，她在事前录下的。我靠在墙上，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他们把我放在世界的最深处，却始终给我留了一条回家的路。我站起身，打开仓库的窗户，阳光洒进来，照亮了整面照片墙。我明白了父亲为何把仓库留给我，这不仅是资产，是他一生记忆的缩影，是一个父亲用尽沉默表达爱的证据。这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他从未离开过我，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默默守着我。从仓库出来，那天特别蓝阳光照的人眼睛发晕。我站在门口，回头望着那间不起眼的老房子，仿佛能听见记忆深处是木箱碰撞的回响，就录音带里母亲柔和的声音，还有墙上照片中自己那一张张从未知晓的背影。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何将这里留给我，不是因为值钱，也不是因为补偿，是因为这里藏着他所有不曾说出口的爱与守望。第二天，我约了韦凯见面，在市中心一家安静的茶馆。他来得很准时，穿着一身便装，神色平静，眼里却隐隐有些紧张。他坐下后看着我，像在等我先开口。我把一个牛皮文件袋推到他面前，仓库的东西我看过了。他低头看那袋子，没动你不想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有点怕。我点点头。我当时打开仓库时也怕，看到的不是记忆，而是空空如也的一片失落。结果呢，我爸留了一整面照片墙，每一张都是我成长的瞬间。我停顿一下，还有日记、信、录音，所有我以为他不在乎的全都在里面。他终于抬头看我，眼神里写满了不可置信。我慢慢的把照片、录音带、复制件、日记本、扫描页一样样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桌面上。这些全是他默默为我留下的。韦凯盯着那叠东西，脸色变了几次。你还记得你小 C学3年级那年暑假玩滑板摔断胳膊吗？他皱眉，当然记得。我那天也发烧到快晕倒，你妈照顾你，他就一晚上跑前跑后给我擦汗，还背我去诊所。第二天你问我为啥不起来吃早饭，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镇住喉咙，轻轻动了一下。你知不知道他其实一直偷偷关注我？我声音哽咽。他拿着我门市的宣传偷偷撕下我上报的简报。他看我电视采访还录了下来。韦凯终于低下头，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指尖发白。过了好久，他才低声道：哥，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恨你。我抬起头看他，他艰难地说：小时候我也不明白为啥爸总是对你那么冷，但我听见他跟妈吵过架，他说他怕你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所以才装得冷。但让你早点独立。我妈骂他傻，说小孩子要的是温暖，不是激将法。我镇住他，缓缓抬起头，眼圈已经泛红。那时候你搬出去后，爸每天晚上都要上阳台抽烟。有一次喝多了，他进了我的房间，把你小时候画的那张我们一家4口的画贴在我墙上，说这是我欠他一顿年夜饭。我的心被这一句深深掐住。你为什么从没告诉我？因为我也恨过你。他苦笑，恨你抢了我妈的注意，恨你总是默不作声，却让爸更在意你。可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你早就离家了。我还以为你是那个被偏爱的人，结果你是那个最孤独的。我望着他，久久没说话。良久，我轻声开口：爸走之前让我一定把仓库钥匙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他愣住，我笑笑。他说仓库里不只是砖头和水泥，是他活过一辈子的证明。韦凯望着窗外，一行泪悄然滑落。那我能不能去看一眼？你随时可以去。他沉默了一下，泽安对不
起这一次我没再回避，伸手拍了拍他的肩，以后别叫我泽安那么身份了。他抬头看我，眼神湿润，咯这一声咯，隔了10年终于叫得心安理得。我望着他，像望着过去那个年幼的自己，从满身芥蒂中一点点剥落出柔软的心。那天傍晚，我们兄弟俩站在仓库门前，他推开门，第一眼看到照片墙时，整个人都怔住了。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他，走过去一张张的摸那些泛黄的相片。他蹲下身捧起那张我们3人坐在仓库外吃西瓜的旧照片，嘴角微微颤抖。来，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快乐。是啊，我轻声说，只是我们都忘了，我们站在夕阳洒满的仓库中央，仿佛时光倒流，照片墙上阳光缓缓洒过那些老照片，在风中轻轻晃动，像极了父亲那沉默了一辈子的目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留遗嘱真正的意义，不是财产分配，也不是情感偿还，而是希望我们兄弟2人能在他走后终于抛下过去那些误解、偏见、争执，重新成为一家人。这才是他一生最大的心愿葬礼。过去半个月，生活慢慢恢复了节奏，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过后，地上的水迹还在，但空气已开始变得清新。我每天仍旧6点起床，去店里巡一圈，检查库存，处理订单，只是比以前多了一个习惯，中午前走会抽1个小时坐车到晨曦，在仓库门前坐。仓库门上我重新刷了漆，换上了新的招牌横信旧物记忆馆，不是为了营业，只是想让它以一种活着的方式存在。我把照片墙封了，玻璃灯光柔和的照亮那一面，时光拼贴。有时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有时韦凯也会来，带着2个小孩跑上跑下的闹腾。有一次小侄子指着我小时候在仓库门前骑3轮车的照片，问这个叔叔是谁。我笑着说，是你爸最怕的哥哥。全场笑成一团。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坐在一起说笑吃饭，争谁买单，像一场迟来的家庭剧，终于找回了台词和节奏。孙雅文也常来仓库帮我整理旧资料，他说你爸应该会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抬头望向窗外，阳光透过叶隙洒进来，陈丽在光柱里跳舞。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爱也可以不说话，但从来没缺席。那天傍晚，我收到了张婶送来的最后一封信，你爸几年前托我保管的，说要等你彻底原谅他后再交给你。信很短，早安。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终于回头了。仓库我留给你，不是为了钱，而是想告诉你，人可以走得很远，但心要记得。回家我没教会你说我爱你，但希望你能教会下一代。许建成。信纸已经泛黄，墨迹有些模糊，我却一字一句读得清楚无比。那天晚上我回家，坐在阳台上望着星空，耳边仿佛还回荡着他那句略带口音的低声钥匙。钥匙是啊，钥匙本不是为了开门，而是为了提醒你有一个门始终在那儿，从未真正关上。第二天，我把钥匙挂在仓库墙上玻璃框封好，下面写上一行小字，给每一个曾经以为自己被遗忘的人，春天快到了。我们一家人围在仓库后院种下一排桂花树。小侄子问我，叔叔这树什么时候会开花？我蹲下来拍拍他头，等你想家的时候他就开了。韦凯站在我身边看着那一排树苗，轻声说，哥，谢谢你没把我赶出你的人生，我笑你回来了，我怎么舍得赶你？他望着远处天边，像在问我，又像在自问，爸，如果在天上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会不会放心了？我点头郑重而坚定，他已经放下了。他在仓库等了我们10年，就是为了等这一刻。风吹过桂花叶，轻轻作响，那个沉默了一生的男人，终究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家人重新系在了一起。没有声嘶力竭的解释，没有泪如雨下的忏悔，只有一把钥匙，一间仓库，一整面照片墙。而那一面墙就像一扇从未真正关上的门，通向我们彼此最初的牵挂故事。至此，终于有了一个温柔的结尾，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开始。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
一起来探索吧，因为我爸是个捡破烂的，背着我偷偷和富家千金好上了。后来我成为100亿家产唯一继承人，他绑架我想要钱跑路，而我亲手把他送到了牢里蹲一贯温柔体贴的男友谢俊伟脚踏2只船被我发现，震惊之下我直接开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慌张和错愕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继而毫无愧疚地说：不重要，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和我在一起就行了。这一秒我是恶心的，有种想去厕所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吐干净的冲动。上学时在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少年怎么工作3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说我们分手吧，他冷笑一声：不可能，我那你和他分手？刚说完我就后悔了，如果谢俊伟答应和那个女人彻底断掉，我是否还能毫无芥蒂地和她继续在一起？这时男人还是一声冷笑：王星做梦呢。我暗戳戳地松了口气，他走到我身边，把我揽在怀里。你知道的，那个女人是我公司老板唯一的女儿，我要是能和她结婚，事业上肯定是平步青云，一辈子高枕无忧。边说边戏谑地挑起我的下巴，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都安排上，肯定不会亏待你。我当年果真是眼瞎，怎会看上这个男人？我只觉得悲哀，咱们在一起6年，你从未想过要娶我，我都可以不怪你，但麻烦你不要把我当成小三。谢俊伟，我爱的是你。呸，他这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纯属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你真恶心。他突然发狠，我恶心我就算和别的女人结婚了，我有说过会抛弃你吗？你爸不过就是个捡破烂的，难不成我娶你，然后跟着你爸去捡破烂？我爸是我的底线，谁也不能在我面前瞧不起他。于是我瞪大眼睛，恶狠狠地警告谢俊伟：你可以说我，但是绝不可以侮辱我爸，我可以尊重你爸。他话锋一转：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最好守口如瓶，以后我们用那个女人的钱，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要是你敢坏我的好事，我不介意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爸就是个靠捡破烂为生的脏老头。你威胁我？谢俊伟，别那么想我，我不过在教你该怎么做。可惜他失算了，我一点都不害怕别人知道我爸是捡破烂的，相反我很自豪，靠自己的劳动是吃饭不偷不抢的，总比靠女人吃软饭强。再说了，我爸是为了体验生活才去捡破烂，实际上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富豪。第2天晚上，谢俊伟为了实现他那凤凰男的春秋大貌，估计正在狗腿的和那个女人约会。于是我赶紧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回了家里的大别墅。今天早上我就已经从原来的公司辞职，明天直接去我爸作为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上班，及时止损，远离谢俊伟。就在我以为自己摆脱了渣男，开启崭新的生活时，发现朋友圈被一张照片刷屏了。照片中一个50多岁的老头推着一辆装满纸壳和瓶子的3轮车，那画面莫名有些心酸，而那个老头正是我爸。我随即私聊了一个人：你这条朋友圈挺有意思的是，想为这个表面看起来可怜的男人打广告博同情吗？那人秒回谢俊伟：拜托我帮忙转发的，具体干什么用我也不太清楚。奇怪，谢俊伟明明说这张照片背后的意义你一看就懂的呀。我确实一看就懂，现在就更加确定了，他还真是说到做到，想用我爸捡破烂的照片威胁我。不过那人比较八卦，我朋友圈都被这张照片刷屏了，这照片背后的含义只有你懂。这是什么新的情侣之间的小游戏吗？也太与众不同了吧。我直接干脆什么都别问，搬好小板凳吃瓜就行。我原本不想去追究谢俊伟的背叛，也不准备去破坏他走上人生巅峰之路，但他目前的行为太过恶心，非要把我丢得远远的，死苍蝇拿出来恶心我就别怪我不念当年单纯美好的校园感情。我的报复是他自找的，这次我不再单纯的拉黑谢俊伟的所有联系方式，而是直接选择换新手机，办新手机号，然后开始在网上搜索谢俊伟所在公司的老板以及老板的女儿，也就是谢俊伟眼中那块诱人的肥肉。那个女人叫董玉珠。当我在网上看了关于他零散的照片后，我更加恶心谢俊伟，差点就把晚饭吐出来了。董玉珠身材中等，长相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动了不少刀子，面部极其不自然，难怪不得谢俊伟脚踏2只船，看上了董玉珠的钱和权，又舍不得我的美貌，简直将男人骨子里的贪婪和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男人难道留着危害社会？
妈，我一定要为民除害，不想再和谢俊伟有任何联系的。我唯一的切入口是，董玉珠原本以为富家小姐都比较低调，比如说我毕竟陆富，容易拉仇恨。董玉珠是个意外，她在各类社交平台都异常活跃，晒衣服、鞋子、包包，晒家里的大房子，包括她主页给自己的标签，都不忘告诉别人我是富三代，就她这样的行事风格，难怪不得被谢俊伟盯上。网上零碎的信息是不够的，为此我还花了100万找了个私家侦探。1周后，私家侦探把董玉珠的个人信息、生活习惯，包括爱喝哪种咖啡、一般几点喝咖啡这类小事，都详尽地发给了我。我发现董玉珠除了爱炫富，还很爱看帅哥，是多个男明星直播间打赏主播排行榜第1和第2，还是断层的那种。包括前2天董玉珠还在某个当红男流量的直播间里狂刷礼物，我顿悟了，原来董玉珠也不是个善茬，之所以会看上谢俊伟，是因为那个渣男有一副好皮囊。周末我打着富豪老爸的名号去他参股的一个影视公司，能叫几个人帅不火的男艺人过来吗？该公司经纪人是按社会规则，不问我原因直接安排，毕竟我那低调的老爹在公司是个很有话语权的大股东，以至于大家对我都是毕恭毕敬。不一会儿就有5个不同类型的男生进来，小王总你们慢慢聊，还是上班时间，我就先出去干活了。经纪人说完就溜，生怕被我留下来，就连自家艺人用一脸懵的表情看他，他依旧是而不见我站起来挨个打量，最终选了一个长相酷似某凡的男孩。男孩还挺淡定，默默站在我旁边，什么都不问。那个，我这儿有一个活挺赚钱的，就看你接不接。我叫严帅，先说来听听，我应该不会和钱过不去。男孩没半分谦虚恭敬，我都怀疑是不是经纪人说话太快。小王总这3个字说的太含糊，严帅没听清。处不过这种性格的男生，董玉珠应该会很上头。这世界不仅男人会有很强的征服欲，女人也有。我玩味的问，有恋爱经验吗？谈过几个女朋友？怎么看上我了？严帅吊儿郎当的靠近我，语气莫名有些撩。要是以前，我估计和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一样，早就小鹿乱撞，脸红心跳了。经历了谢俊伟的背叛后，我蜕变是了男人的嘴，不能信男人的脸，不能爱严肃点，和我保持1米的安全距离。既然谈正事，就要有谈正事的样子。我从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严帅。他叫董玉珠，是个富三代，你需要做的就是破坏掉他和一个叫谢俊伟的男人之间的感情。他扫了一眼照片，啧啧了2声。照片上这女人抢了你的男人。他用的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你不觉得丢脸吗？他肆无忌惮地打量我，眼神好像在说，你对得起你的张脸吗？竟然被一个姿色平平的女人轻易打败，丢脸吗？还好，更多的是庆幸人生能有几个。20多岁，我已经在谢俊伟身上浪费了1半，总不能再搭进去10年8年的吧。收起你的男人思维，我只觉得幸要是他已经和我结婚了，才暴露本性，不仅会浪费我的感情，还浪费我的钱。要是他不肯离婚，或者想要分我的财产，那才是让我两难的局面。言归正传，这活儿你接不接？严帅，你就不怕我被那个女人收买背叛你，或者上演个碟中谍？我笃定你不会的理由，帅哥就得配美女，你也看到了，那女人的脸不自然，动过不少刀子，就算你能忍，难道你就不害怕将来你俩孩子的颜值严重偏离标准值？严帅有些玩味，我冲着他钱去的。我笑了，我比他有钱，所以你要不要考虑来挣我的钱？他只说了3个字，看价格。我知道严帅不是个单纯的人，表面上和我聊天，实际上已经开始抬价了。当然帅哥满地跑，但能找到一个在董玉珠审美点上的男人不容易，我也就不在乎多花几个钱。更重要的是，包袱渣男刻不容缓我1000万，唯一的要求是让谢俊伟的下场只有更惨没有最惨。这次严帅爽快答应报复渣男，这是开始推进我哼着小曲，开着刚提的限量版跑车去赴约。我老爹说他要提前退休去体验生活，以后就由我接手他全部的事业，所以刚上路的新手大股东，这不就被上市集团老总请吃饭了吗？用餐用到一半，我就找借口说先去上个洗手间上厕所，是假的。我就想出
来透透气。老总和我爸年龄差不多，但他有些谢顶，不让我叫他老总，让我叫他叔叔，一直拐弯抹角的跟我讲权力制衡与博弈，要是可以他估计都想带我行使股东权利了，毕竟我又年轻又貌美，很容易让人忽略掉我的实力。王兴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我暗叫，不好，怎么吃个饭都能遇到渣男，太影响胃口了。我刚回过身，就听到渣男略微吃惊地说，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幸在这种高档餐厅看到你今晚简单消费一顿，估计要花上你1年的工资吧。我不能告诉他，他眼中的高档餐厅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家的，我在这儿吃饭不用钱，看在咱俩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份上，这顿饭我请了谢俊伟。语气高傲，在我面前表现他的优越感，那我是不是还得感激涕零的跟你说一声谢谢？我语气中的讽刺他好像并未在意，只顾着说，我和董玉珠快要结婚了，你最好乖乖。是的，别给我弄出什么幺蛾子，要是你不让我好过，就别怪我不客气。接着他威胁我说，你爸捡破烂的照片可还在我手里，1年前我爸为了考察谢俊伟故意装扮成拾荒老人的模样来找我，还特意安排让谢俊伟看到这一幕。当初我还嗔怪老爸多是信誓旦旦的保证说，谢俊伟不是那种凤凰男，现在我只觉得脸疼。我放心，毕竟以前真心爱过我，不会挡你道的，我会让董玉珠不要你，让你无路可走无路可退。听了我的话，谢俊伟有些动容。王兴，虽然我快要结婚了，但我永远不会拒绝你，我电话号不变，要是以后生活不顺心就来找我，我可以养你。哼，怎么养包养嘛。谢俊伟就是个大猪蹄子。就在这时，我看到老总朝我走来，老总也看到了我，于是他边走边说，小心原来你在这儿呢，我还以为你不耐烦听我一个老头在那儿絮絮叨叨已经溜走了呢。听到背后有人说话，谢俊伟朝后看了一眼，然后嘲讽地对我说，原本还觉得你挺清高的，现在连老头都不放过他，啧啧几声，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和我分手？毕竟跟着我总比跟一个老头好，不过现在的你我看不上了，我都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但目前我不会傻到自曝身份，毕竟我年轻又貌美，还有一个深藏不露的富豪老爹。要是谢俊伟知道了，保不齐会回头当舔狗。我还想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最后眼看他楼塌了，所以我一脸讨好的挽上老总的胳膊，叔叔，我就是出来补个妆，听你讲话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我怎么可能会溜呢？未来还要承望你多多照顾呢。我故意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是想让谢俊伟这个渣男轻敌，让我的人设朝着他设定的方向走。渣男对我的动作满脸不屑，直接扭头走掉了。现在的他就是只井底蛙，以为董玉珠的爸爸就是富豪界的老大，而他马上就成为豪门的入赘驸马，殊不知他看不上的秃顶老头可是某上市大集团的老总，分量重着呢。2个月后，严帅邀请我去看一出大戏的点是我家入股的大酒店，专门给有钱人用来办婚礼的那种。算算时间，渣男谢俊伟和董玉珠的婚期也是这2天了。为了以最佳状态去看这场世纪大戏，我特地去做了个全身按摩，穿一袭鲜艳的红裙，蹬着一双不下10公分的高跟鞋，一头火辣的大卷，最后涂上最热烈的口红。要不是怕气质不搭，我都想去买包瓜子边看戏。所以当一身黑色燕尾西装的谢俊伟看到我时，我竟然在他眼里看到了遗憾。俗话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原本以为你素面朝天已经够好看了，这突然一打扮还真是让人移不开眼。只是可惜了这么美的一张脸，跟了个老头，面对他的冷嘲热讽，我只当是男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烈根性。我冷声说道，我劝你善良，我好心好意来给你送红包，恭喜你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你却对我冷言讥讽，是不是不太厚道了？接着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作为男人格局得大点，要不然他还怎么面对马上就要到来的狂风骤雨呢？整个酒店来来往往都是宾客，人多眼杂，谢俊伟不敢和我说太多话，生怕在这关键的临门一脚龙门被堵死。我刚入座就有几个胆大的男人和我搭讪，帅哥我都看不上，就更别提面前这几个早就按耐不住蠢是冻得歪瓜裂枣了，所以我毫不客气地拒绝。顿时几个男人脸色有些难堪地说，你打扮得这么精致，该不会是新郎的前女友吧？我有些不屑地说，新郎是个
什么货色白送给我都不要。几个男人对视了一眼，全是轻浮好像长得好看的女人，天生就该是出身不好的灰姑娘。我说到我爸是著名投资人王博士，很多家大型企业的大股东，今天是董总女儿的婚礼，我爸有事儿来不了，我就只好勉为其难的替他跑一趟了。我刚说完，面前的几个男人马上转变了态度。也别谦卑地说是我们几个有眼不识泰山，王小姐人美心善，不会和我们计较的，对不对？那是自然，这点气度我还是有的麻烦。王小姐替我们向您父亲问好，我们家里的公司随时欢迎令尊入股。这几个男人都是些富家公子，可虽然个人本领不行，却还是知道我爸的，毕竟我爸可是低调的商业圈传奇人。物投哪个公司，哪个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绝对是一骑绝尘。主持人上场，婚礼马上开始了，看似井井有条的现场，实则是风雨欲来的最后的平静。我只以为元帅想给我的惊喜是在婚礼当天带跑新娘，留下新郎目瞪口呆，直到新娘准时出场。但我也不担心，尾款900万还在我手里，婚礼如常。谢俊伟看起来比刚才要兴奋，就算这男人是冲着董玉珠家的钱去的，但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哪有不激动的呢？只要戴上戒指，在一众宾客的欢呼声中来个接吻他，就真的是豪门驸马了。董玉珠挽着他爸爸的手，一步一步走向新郎。当谢俊伟一脸欣喜地伸出手想要牵新娘时，新娘死死地挽着自家爸爸的手，不放短暂的1-2秒还好，在场的亲朋好友还能理解，认为新娘出嫁舍不得。父亲可这舍死的时间持续了几十秒，谢俊伟的脸都挂不住了，酒席之间一片嘈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谢俊伟，就想看他当众丢脸，看他无地自容，看他社死。所以我注意到了缓缓走向董玉珠的元帅，他一身白色燕尾西装，这是要抢亲吗？董玉珠看到元帅的一瞬间，一扫之前的不情不愿，整个人笑容满面。她直接挽着董父的手，越过谢俊伟，像个小女生一般来到元帅面前，十分主动的挽上元帅的胳膊，终于迎来了我想要的反转。谢俊伟后知后觉地转身，看到两人旁若无人的对视，气急败坏地质问道：董玉珠，你在干嘛？这是我们的婚礼，你挽着一个野男人的胳膊，成何体统？说着就要把两人分开，什么风度都不顾了。元帅直接把董玉珠挡在身后，自己和谢俊伟正面，然后两人不约同的展开了气场上的较量。不过董玉珠很快叫来保安，毫不留情地说：把这个破坏我婚礼的男人赶出去。谢俊伟震惊现场，宾客震惊，我笑道：这可真是一出大戏一出，让谢俊伟颜面扫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修罗场。当两个保安架着谢俊伟出去时，他好像才反应过来，直接破口大骂道：董玉珠，你竟然敢瞒我！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能横着走，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明天的头条就是富家千金毫无道德，有了新欢忘了旧爱，眼见他就要被扔到门外了，气度都没保住，他也就不顾形象了，整个人拉着大门把手不松。于是又上来两个保安，最终4个保安齐心协力把他抬出去了。前新郎谢俊伟被新娘董玉珠扔出去了，婚礼照旧替补，新郎元帅得以上位，两人郎情妾意地走完了婚礼所有流程仪式。结束后我就走了，元帅故意与我擦肩而过，那瞬间小声说：乐剧怎样，够精彩吗？戏看完了别忘把看戏的钱付了。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不觉得有钱是一件很幸福很快乐的事，相反有钱会让我1-2个月才能见我爸一面成为常态，有钱会让我妈跟我爸离婚，再嫁一个小公务员，有钱会让我觉得身边的人并不是真心对我好。所以一上大学我就开始装穷室友们，个月生活费2000块，我就说我1500块，要不是我长了一张粉黛为师就让人心生喜悦的脸，估计我早就泯然众人了，哪能入得了校草谢俊伟的眼。刚出酒店大门口，我就被一个男人从背后抓住，男人语气愤怒地说：王鑫，你今天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那对狗男女？得意不了多久，酒店是有监控的，我要把他们恶劣的行为公之于众，让广大的网友来评评理。我就不信董玉珠还能手眼遮天了，他就等着被网暴吧。听到声音知道是谢俊伟后，我反倒不慌，
他一贯胆小，就算愤怒至极，也会因为胆小怕事，不敢和董家硬刚。不过他的小算盘要失算了，今天来参加婚礼的都是董家的合作伙伴，都有利益联系，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生意人都懂，所以今天的婚礼现场不会有任何视频流出酒店，也不会因为无知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让毫无背景的谢俊伟拷贝。视频董玉珠更不会被网暴，要是谢俊伟胆敢在网络上发布任何指责谩骂董玉珠，完全能够起诉他造谣诽谤谢俊伟这局完败，我不打算再和他假意。韩轩直接问道，他可是高高在上样的大小姐，身后有他爸以及他家的公司，你拿什么让人家不好过呢？谢俊伟突然讨好我说，上次请你吃饭那老头是很有背景啊，小新你看在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份上，你帮我，原来这主意又打到了我的身上，我没拆穿，主要想听听他会说出什么不可理喻的话。于是接着问他，你找他干嘛？他又不认识你，怎么可能会帮你？你们非亲非故的。他说的一脸坦荡的说，这不是有你吗？好像我是他妈就应该对他无私奉哈，羡不求回报似的。你看看你这么年轻貌美，想要跟别的有钱男人还不容易，可你偏偏看上一个那方面都不太行的老头，那老头一定大有来头，他自认为分析的头头是道，你用美貌诱惑他，男人就算能力已经一般了，但心是躁动的，你把他伺候高兴了，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够帮忙的呢？我冷笑道，你可真是会为自己打算。谢俊伟还颇有些自豪，大言不惭地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接着像个普信男一般，好像是在给我恩赐一般的说，咱们先合力把董玉珠及他那个小白脸搞垮之后，我不可能再去董氏集团上班了，也不会娶那个女人，我们就继续在一起。我面无表情地说，那个老头我和他解除关系吗？谢俊伟急忙阻止说道，你得和他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到时候我跟着你一起用老头的钱吃香的喝辣的，也算是为他排忧解难了。他那么老了，要是哪天死了，才发现钱没花完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我怒骂道，像你这种人渣就不该占用拥挤的城市资源，呼吸免费的空气。董玉珠还是不够狠，没送你去牢里蹲谢。说俊伟捏我手腕的手突然用力，我疼得皱眉，刚准备用另一只手向大门口的保安发暗号时，汽笛声响的突兀。谢俊伟站在路中间，正好挡到他，刚想发火，在看清了车子和车牌后秒怂，没有男人会不喜欢车，就像没有男人会不喜欢女人一样。谢俊伟还是挺懂车，挺在行的门童把车停在我们面前，拿着车钥匙恭敬地对我说道，小王总，车给你开过来了，是否需要安排人送您呢？谢俊伟当场傻眼了，说到这儿是你的车。我冷笑道，如假包换。趁他松懈时，我从他手里挣脱并悄悄和他拉开距离，他却高兴地说道，我就说那老头来路不凡，没想到出手也这么阔气，下半辈子我俩直接躺平就好了。谢俊伟语气中都是试不了的兴奋，我呸了一声说道，谁要和你这种人渣一起躺平？也许是因为我现在身价不菲。谢俊伟没了刚才的暴躁，一脸陪笑讨好。我说道，小心你这就见外了是不是？你长得这么美，我这辈子就算去挖野菜也要和你在一起。就在他对我拉扯不清时，刚才和我搭讪的那几个男人走出来了，我假装一脸痛苦想要挣脱却又挣脱不开的模样，那几个男人马上看明白了，大摇大摆走过来几个人，直接把谢俊伟推开，说道，你个凤凰男想干嘛呢？你知道自己刚才在对谁不礼貌吗？谢俊伟嚣张的气焰顿时就被灭了。我想他肯定知道面前这些男人都是不好惹的，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其实这句话只能真对富一代、富二代、三代可是不好惹的。不过谢俊伟还是弱弱地说，我和我女朋友拉拉扯扯管你什么事？哪条法律说不让情侣在街上拉上了不等那几个男人看我？我急忙撇清关系说道，你们觉得我会认识他吗？几个男人不约而同的点点头，然后把谢俊伟逼到了一个角落说道，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你就说人家是你女朋友，你得罪了她可比得罪董玉珠要严重的多，就连我们几个自诩为富二代三代的大男人都得对她恭恭敬敬的，你小子还真是出身牛犊不怕虎呀。谢俊伟就算因为刻板印象，毕竟他亲眼看到我爸是个捡破烂的，也开始察觉到不正常。他说道，你们口中的女人是王馨吗？她不就是
傍上个有钱老头吗？有什么厉害的？他爸就是个捡破烂的。我亲眼所见，我以为那几个有脾气没脑子的富二代三代会相信谢俊伟的话，没想到其中一个长相粗犷的男人直接一脚踹到了谢俊伟的屁股上，骂道：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面前这个女人的爸爸是王博，他犯得着和一个老头在一起吗？其余几哈，个男人也围了上去，一人踹了谢俊伟一脚，骂道：你小子就是欠揍！说完还往他身上吐了口水。谢俊伟不敢怒不敢言，面前这些人他惹不起，他被踹倒在地。几个男人要攻似的对我说：王小姐，这男人对你不敬，就是和我们哥几个过不去。我居高临下看着谢俊伟说道：我爸可不仅仅是个捡破烂的，他叫王博，是业界投资大佬。没想到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的背叛，原本我还打算和你结婚的事，你让我避开陷阱，送我逃离苦海，以后你最好夹着尾巴做人，别出现在我面前。接着我对身边的富二代三代说：你们下次要是看到这个渣男，麻烦给我个面子，帮我见一次打一次。我最后看了一眼谢俊伟完全傻掉的脸，直接上跑车潇洒离开。后视镜中我看到谢俊伟跪在地上，一脸不相信的自言自语，我爽极了，晚上我给严帅银行卡转账900万，然后拉黑了他。男人真的很下头，不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反倒是利用那张脸靠女人吃软饭。今天婚礼上的那出戏，现在想想我真是个冤大头，免费给严帅介绍了对口的富家是小姐不说，还倒贴1000万给他，结果他还真的和董玉珠假戏真做，想当董家驸马爷。1周后的下午，我被谢俊伟堵在了停车场，看他熟门熟路的样子的，定跟踪我很久了，今天是有备而来。他见到我后开口说道：王鑫，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我现在看见他就恶心，怎么可能会答应？没有当着他的面呕吐就不错了，我冷冷说道。做梦呢，梦里实现比较快。他立马变脸，破罐子破摔的说道：我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你今天答应了，最好如果你不让我好过，我就算死也要拉个垫背的。边说边抓住我，这时我才发现他拿了绳子，此时此刻正想把我捆起来。我用力挣扎，但他像疯了一般，眼睛猩红，力气大的吓人。我想叫人但偌大的停车场空无一人叫了，也只是浪费精力。谢俊伟见我不再挣扎之后，好心告诉我说：别做无谓的挣扎，不会有人来。摄像头也被我找人处理过。其实我并不担心谢俊伟想撕票，按照他的性格，要不是因为走投路，他不会想要绑架我。要是稍微还有别的路，他都会选择去帮另一个富婆。毕竟我爸不是个真捡破烂的，要是我有任何3长2短，我爸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他。所以我大概猜到了他绑架我的目的，既然我不会受到伤害，那我为何不将计就计，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让谢俊伟把违法犯罪坐实。这样往小了说，短时间内我的眼睛不会被污染；往大了说，我这叫替天行道。他开着我的车一路畅通，最后停在了郊区的一个破仓库，然后从我包里把手机拿了过去，拉着我的手解了锁。没一会儿，电话嘟嘟嘟的声音响起，我就知道谢俊伟绑架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勒索一笔钱跑路。电话很快接通，谢俊伟还拿了个变音的设备才开始说话：王博，你女儿王鑫在我手上，不想被撕票，就准备5000万来换。他给你1天时间，我只要现金。我爸说你一通电话就想让我信你吗？让我女儿和我说话，这是保她潇洒后半生的唯一方法了。所以他用眼神警告我，让我安分点，直到我点头同意，他才粗暴地撕开粘在我嘴上的胶布。我没忍住闷哼一声，我老爹听见后十分急切，想都不想的就答应了。谢俊伟说：你别动我，女儿5000万，你告诉我地点，我今天晚上7点就把钱给你送过去。一听见钱要到账了，谢俊伟明显很兴奋地说：今晚你只能一个人带着钱来东城郊区的废弃仓库，你要是敢引来别人，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我爸答应。挂了电话后，谢俊伟明显松了口气，说：你放心，只要你爸不和我玩把戏，我是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要一笔钱而已。我没说话，我只是奇怪，我爸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刚才我只是闷哼一声，并未说话，我爸怎么就确定是我呢？看似答应，实则向谢俊伟传递出了他莽撞、心急、害怕的信号，也让谢俊伟放松警惕，确定我爸不敢报警。可我爸是谁，见过了多少大风大浪，这点小场面就把
他唬住了我可不信，我猜他在变被动为主动引谢俊伟入局，这下我完全放松了。为了不让胶布再次封住嘴，我主动和谢俊伟说话，我并不是故意隐瞒身份，只是我把身价地位摆在那儿实在令人觊觎，所以为了避免男人借我上位，我也是迫不得已。其实我已经买了市中心一套300平的大套房，想作为礼物送你，顺便袒露身份。谢俊伟一听到市中心300平的房子，眼睛都亮了。我接着说道，可惜你和别的女人好上了。虽然谢俊伟表情管理不错，但微垂的双眸还是暴露了他是后悔的。接着我继续诱导他，想让他亲口陈述他那些有违公序良俗的事。果然他详细的描述了他和董玉珠之间的事，八卦我听得津津有味，差点被渣男渣女颠覆了世界观。这回这些烂事已经成为我拿捏他的把柄了，因为我钻石耳钉是自带录音功能，晚上7点我爸提着几大箱子的钱来了，谢俊伟拿刀抵在我脖子上，命令我老爸说把箱子打开，把钞票翻给我看。他是害怕我把箱子里装的是纸不是钱，要验货。我爸照做。他接着说道，把箱子搬到我车上去。我爸还是照做，钱到手了。叶俊伟挟持我走到车边，最后一把我推倒在地，他自己利落上车，一脚油门走了。我爸着急来扶我，等他撕下我嘴上的胶布后，我着急地问道，这个男人伤害过你女儿，你就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还倒贴了5000万吗？以老爹的老谋深算，我以为他不会轻易放过谢俊伟的。我爹笑了笑说道，小看你爹呢，走带你看戏去。出了仓库再走一段小路就到了大马路边，几个穿着便装的男人擒住了谢俊伟。看到我们后为首的男人豪爽地对我爸说，钱都给你放车上了，你点一点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局里了。我爸说，倒点什么点，难道我还怕人民警察拿我的钱吗？男人笑了笑问我，小姑娘没受伤吧？我说道，破了点皮。接着我摘下钻石耳钉递给面前的警察，说这个耳钉是可以录音的，对你们工作应该会有帮助。谢俊伟反应过来，刚才被我忽悠了，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说了，这下他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供词，等于他自己把自己推下了深渊。于是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挣扎，不过被压着他的2个警察轻松制服，关到了车里，都带着镣铐了，还不老实。我看着我爸说道，老爹，是我误会你了，你爹要是没点本事，怎么给你挣下100亿家产？我亲密的挽上他的胳膊，我早就知道你想报复渣男，所以我安排人一直关注他的动向，正好把他一举歼灭。我就说公司车库就算没人也不可没有摄像头，原来这一切都有老爹在背后推波助澜，让渣男自食恶果。高质量的单身远胜过鸡零狗碎的婚姻，这是铁血汉子的老爹。对，我说的是，我又美又年轻，还有100亿家产要继承，干嘛恋爱老老实实不好吗？好好搞事业不好吗？3年后我单身事业有成，严帅坑了董玉珠，市中心2套房子卖了，携款跑路了。2人只是举办了婚礼，并没只有我活成了每个人心中最渴望的模样。高考成绩出来，弟弟考了本科，我却查询不到分数，父母破口大骂说赔钱货，就是没出息，要跟我断绝关系。他们不知道高考前50名分数会被屏蔽。我被清华录取以后，他们又求我让我照顾弟弟，我摇头拒绝。好意思晚了，我和弟弟是龙凤胎，我们村里一直有种说法，一阴一阳，家破人亡，龙凤胎是不吉利的。我刚出生时，爸妈就想把我送给别人养，价钱都谈好啦，买主要把我抱走时，我弟却撕心裂肺地哭嚎起来，怎么哄都哄不住我爸，急得团团转。我妈原本抱着我走到了屋外，只能又回来把我放在弟弟旁边想哄弟弟。神奇的是，我妈一放下我，我弟就不哭了。我妈把我抱起来，我弟又开始哭，反复几次，爸妈明白过来，我弟是舍不得。我妈很惊喜，这么小咋就这么懂事呢？我们家腾龙真有出息。我爸也在旁边点头，算了一个丫头片子多添双筷子的事，腾龙舍不得，就留着给他作伴吧。隔壁村王国庆家也是龙凤胎看他们也没出啥事，就这样在弟弟倔强的哭声中，我在这个家留了下来。我爸妈无数次把这件事挂在嘴边，让我记得弟弟对我的恩情。从小到大，我穿弟的旧衣服，用他不要的旧玩具，过生日时永远只能站在旁边看他一个人吹蜡烛。7岁那年，我弟看《还珠格格》学到一个新鲜名词恩公，我们玩过家家。
他就让我跪在地上，学着电视上的画面向他磕头多谢。龚大大德当时大姨一家也在我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懵懂的自尊心，觉得这样做很难堪。我摇头，绝表哥表姐却在旁边起哄拍手帮着我，弟摁我的膝盖，我拼命挣扎求助地看向我妈。我妈坐在沙发上嗑瓜子，拍着手笑我们家腾龙可真厉害。许萍萍，快给你弟磕一个，要不是他你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讨饭呢。表哥狠狠一脚踢在我膝弯处，我被迫跪下来，但我弟没能如愿听到我的谢恩，因为我大哭起来，我张嘴好逃，眼泪汹涌而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哭，在所有人嘲讽的目光下，我心脏仿佛被人揪着扔在地上，狠踩了10000脚，这对他们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却跪在地上哭到作呕，大家都开始不自然。表姐松开我的衣服，撇撇嘴，不玩了，真没劲，走吧。我们去门口玩沙子，小孩子们一窝蜂的又跑到门口去，而我妈一直盘着腿坐在沙发上淡定的嗑瓜子，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后来我一看见电视上播下跪的镜头，就心跳加快，头皮发麻，立刻换台，那种屈辱的感觉烙印在灵魂深处，怎么都抹不掉。我妈却把这当成一个笑话，经常拿出来讲给邻居们听。我家腾龙可了不得，小小年纪就知道指挥姐姐给他磕头谢恩呢。邻居大婶配合的吹捧是个厉害的，这要是在古代就是当官老爷的命。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夸的。从小到大，不管我弟做了什么，甚至他什么都没做，就有人夸他。我们身形都遗传我妈，从小就肉乎乎的，亲戚们一见我弟都高兴地掐他的肉。哥伯，哎呀，这大胖小子看着肉乎的，可真棒。你家婷婷怎么那么胖啊？你可得注意点，女孩子不能胖啊，一胖就容易发育，早以后长不高。我自卑地低着头缩在角落里努力吸着小腹，不让肚子鼓出来。我弟站在人群中仰起头，挥着胖胳膊，得意洋洋地接受众人的夸赞。我想不通，同样是长肉，我会影响发育，他不会吗？为什么他就很棒啊？我满脸羡慕地看着他，我也想站在聚光灯下，我也想被很多人夸奖。可是不管我做什么，大人的视线中永远只有我弟。直到上学之后，我才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的方式。小学1年级的期末考，我拿了年级第1。我背着书包，兴冲冲地把成绩单递给我妈看。不错，我妈随意扫了一眼去看我弟弟的成绩单。腾龙考得怎么样？我弟涨红了脸，把成绩单紧紧攥在手里，大哭起来。我才考了70分。我妈急了，忙把他搂在怀里，心疼地安慰。他不怪你，肯定是题目太难了，70分也已经很棒了。真的吗？我弟弟泪眼朦胧，委屈地看我一眼。可是许萍萍考了100分，对我数学语文都是100分。我激动地把汗湿的手心在衣角擦了擦，小心意外。所以小学时女孩读书好一点不要紧的，等上了初中，立马被男生甩得没边了。我呆呆地看着满地的碎片，眼中希冀的亮光一点一点暗淡下去。原来不管我怎么做，爸妈都不会夸奖我，只因为我是女孩子嘛。为了安慰弟弟，爸妈带他去饭店吃饭，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房门关上，客厅里陷入一团死寂的黑暗。我握着拳头，心中燃起熊熊的愤怒。真的是这样吗？女孩子就注定什么都比不过男生吗？我不甘心，又憋着紧考了好几年第1，爸妈依旧不当回事，亲戚们却会在聚会时偶尔夸我几句，你家萍萍读书还不错。我妈很不屑，嗨，女生小学时候肯用功都不错，她一回来就埋头写作业，死用功的，不像腾龙到处撒疯跑。腾龙脑子比他聪明100倍，到时候大一点懂事，自己就撵上来了，也是小学就开始死用功。那潜力都榨干了，初高中可咋办哟？他们大声地讨论我有多用功，说我每天一回家就盯着书本。我弟弟有多调皮，用功2个字在他们口中仿佛成了一种贬义词，是弱者的标签。我抱着书本从他们旁边走过，脸上的表情已经从失望到麻木。用功很可耻吗？老师明明说过勤奋是很了不起的品质啊！我做鬼脸，略。许萍萍是个大笨蛋。我妈轻笑一声，拍拍她的头，继续跟亲戚们聊天。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当时我要把萍萍送人，腾龙哭的那叫一个厉害。
啊，那会他才多大就那么懂事呢，可了不得。我妈滔滔不绝又开始重复地说出生那年我弟弟的光荣事迹。我弟在客厅里跑来跑去，举着几十分的试卷，耀武耀威，仿佛自己中了状元，而我年级第一的成绩单就静静地躺在书包里，成了我智商不高的罪证。我感到很不解，不管女生有多优秀，她们总能找到办法打击，而不管男生有多普通，他们也总能精准地找到方向，夸赞这世界真是荒诞的可笑啊！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往家里报过成绩，我也不想再获得他们的认可。许腾龙是家里的太子爷，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也有我的舞台可以发光发热。我拼命地做题，孜孜不倦地学习学校，就像我的战场，我披荆斩即用一道又一道习题把无数个许腾龙踩在脚下。老师提起我时都竖大拇指，甚至在课上公然点名许腾龙还龙凤胎怎么成绩差这么多，向你姐好好学习呀！许腾龙握紧双拳，愤怒的浑身颤抖。从小到大，他在家里说一不二，我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他又怎么会接受这样的屈辱？回家路上，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无人的小巷里，狠狠打我巴掌。我们已经读初二，许腾龙身高有1.7米，体重150斤，而我因为小时候亲戚的一句怕我发育早，属我妈很少让我吃肉。14岁的年纪，我瘦弱的像根豆芽菜。许萍萍，你很得意是不是？你就想显摆自己比我强是不是？你这个白眼狼，你忘了小时候是我救了你的命。许腾龙把我推到墙上，一拳又一拳瞄着我小腹打你。他们再敢考第1名试试，我弄死你！我弓着腰，脸色惨白，痛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他没开玩笑，我爸妈对他千依百顺。许腾龙的性格越来越蛮横霸道，根本就讲不通道理。我开始藏着考试时空，这大段大段的题目不写，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全家都松了口气。我妈跟邻居聊天，我就说嘛，女生一到初中就不行了，没后劲可不是嘛。听说这次就考了300多名呀，还是腾龙厉害。我们初中部是直升高中的我一直藏着这个秘密，家里人都没有发现。时间久了，连许腾龙都忘了当初他威胁我的事。他跟同学打游戏回来，看见我房里亮着灯，很轻蔑的笑。许萍萍，你那点智商反正就这样了，还是歇歇吧，考不上大学就去读职专嘛，女人反正都是要嫁人的。我妈却第一次表示了反对职专，能嫁什么好？人我彩礼都收不回来，大学还是要读的，嫁个条件好点的。大学同学妈妈收几十万彩礼给你娶媳妇儿，用许萍萍最差也要给我考上本科，听见没有？我不置可否的笑笑，知道了，保证有本科，而且是最好的本科，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高中3年，我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卷子，背了多少习题，我见过每天凌晨5点钟的太阳，也在无数个傍晚枯坐到深夜。高考那天，我照例起得很早，我坐在窗前，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升上地平线，而后一跃而起，悬于高空两旁的巍峨大山再也挡不住它的光亮，它熠熠生辉，光芒万丈，刺痛我的眼睛。我心潮澎湃，眼泪大颗大颗滚落。我妈忽然推门进来，看见我在哭，生气地狠狠瞪我一眼，哭啥？平常不好好学，今天哭有什么用？晦气东西！你要是考不上本科，我拧了你脑袋！过来厨房给我搭把手，动作轻点，别把腾龙吵醒了。我看了眼墙上的钟表，才凌晨5点。我乖顺地去厨房帮我妈把早餐做好，然后看着她小心翼翼地叫我弟弟起床。我弟很不高兴，我还能多睡5分钟，那么早叫我干啥呀？是我妈讨好的笑，看你还差那5分钟吗？乖儿子，好好考试，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知道了知道了，担心我还不如担心许萍萍那个笨蛋。我弟咬了一大口肉包子，得意地看我一眼。他今年每次考试都比我差，我也看他一眼，耸耸肩，傻逼，就你那飘忽不定的成绩，你以为这很容易吗？高考的3天一晃而过，考完 C之后，我爸妈立马给许腾龙买了最新的苹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许腾龙打着游戏还不忘挖苦我，许萍萍你长得还不赖，不用担心，就算去读个大专，我估摸着也能收不少彩礼。他翘着2郎腿，肥硕的身躯陷在沙发里。我妈已经热情地跟亲戚们开始打电话，说订好了酒席，邀请他们查分那天一起来我家。
我大姨开玩笑道，你这庆功宴也办得太早了点儿，就不怕腾龙考不上？我妈哈哈大笑，咋可能？腾龙说了他估分过的本科稳了，那你家萍萍呢？我妈笑容收，他要是考不上就去打工专科，没啥读头，直接去打工多挣几年钱也行，那你可得把他看好了。女生外向，你家萍萍长得又招人，到时候跟人跑了，你家啥？是。也落不着，两个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我妈看着我的眼神满是仇恨，仿佛我已经跟人私奔了。挂完电话，我妈订了县里最大的饭店，就在我们小区隔壁。茶分那天，所有亲戚都来了，7大姑8大姨满满登登，挤了一屋子笔记本电脑，搁在客厅餐桌上，一群人盯着看我弟，点着鼠标，心里也有点紧张。他朝众人是看了一圈，视线落在我身上，先查许萍萍的成绩。好了，这叫抛砖引玉，有她垫着，等会儿我考得不够好，可不能骂我了。我弟说完，所有人都笑起来。我妈拍着他的肩膀，一脸宠溺，你这孩子就你主意多，行，就先查他的。我弟点开网址，输入我的准考证号，屏幕跳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考生姓名许萍，语文星号，数学星号，外语星号，每一门科目后面并没有大家期待中的分数，而是同样的星号。许腾龙一脸懵逼，奇怪，这咋没有成绩啊？许萍萍，你干啥了？怎么没写？是成绩。我挤到许腾龙旁边，低头看向电脑屏幕，最底端有一行极不起眼的小字：你的位次已经进入全省前50名，具体情况请于27日查询。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心头狂跳，身体因为激动不可抑制的微微颤抖。老师，我做到了。县3中成立以来没有出过清华北大的学生，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我妈揪起我的头发，狠狠一巴掌甩在我脸上，我倒在地上，额头磕破皮，鲜血直流，眼前的世界变成灿烂的鲜红色。我睁眼看着天花板，无声大笑。同学们查分的时候有一种特殊情况，现在为了防止炒作状元，全省前50名的成绩会被屏蔽，底下哄笑起来。老师，你说这个干嘛了？我们3中连985都没有出过一个，难道还能出个清华北大呀？班主任方老师憨憨地笑起来，目光穿过同学们，隔着教室和我相撞。他轻轻点点头，是我痴心妄想了。停顿1秒，又自言自语，是痴心妄想吗？我妈狠狠一脚踢在我肚子上，许萍萍，你这个没用的废物，连个成绩都没有，你是不是忘记交答题卡了？你到底有没有去考试？不是？脚的鲜血流到眼中，我弓着腰，闭上眼睛，不是痴心妄想。1000多个日日夜夜，血秃的笔尖磨出厚厚茧子的手指，我沉默燃烧着的斗志和愤怒，枯燥寂寞的青春，我通通没有辜负。初2那天，许腾龙做完，我怒气冲冲地离开。我躺在地上，盯着头顶的一线天空，眼神空洞，像只被踩烂的破麻袋，直到眼前伸出只手。班主任周慧娟把我拉起来，拍干净我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说。她带我来到一处破败的院墙，让我看墙角的竹子，院墙都是一根根空心的铁栏杆，地面上有一根细微微的竹节，穿过整条钢管，直破云霄，在头顶绽放出大鹏之翼。它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黑暗。我们女性也是。周老师拍拍我的头，许萍穿过这条钢管，没有人能再遮挡你的天空。周老师走后，我一个人站在那根竹子面前，看了好久好久。原来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我破旧的衣服，消瘦的身躯，狼狈的自尊，却没有人说破。许腾龙在我隔壁班级值日时会跑来我们班找我，让我去替他干活。和我要好的同学指责他，你这么大个子怎么好意思叫萍萍干活呀？许腾龙冷哼一声，我怎么能扫地呀？我妈说这种活都是女人干的，我家的事轮不到你们管。许萍萍过来。在食堂吃饭，我爸妈给许腾龙的餐费是20块钱一餐，我5块，就连这5块我都保不住。许腾龙会说自己不够吃，把我的钱都拿走，我只能打1块钱的米饭喝，免费的紫菜汤我妈从不参加我们班的家长会，但是许腾龙的一场不落，周老师会趁机跑去找他，委婉的劝让他对我好点。我妈当场撒泼，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虐待他了？我是饿着说他了还是咋的了？这一个学期1000多的学费你掏的，呸！你什么东西啊？周老师被骂的面红耳赤。我妈得意洋洋，我们家的是你少管周老师的丈夫方鸿胜。
是高中部的数学老师，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把我要到他的班级，每次全校模拟考试，他让我把一部分答案写在草稿纸上，他会把我的草稿纸批、数改一遍，然后从其他任何老师那里拿到标准答案再算我的总成绩。我每次都拿稳年级第一，他会调皮的朝我眨眨眼睛。许平平考得不错，我笑起来伸手捂住额头，那是相当不错。老师，我已经穿过那根漆黑的钢管了，你这废物还有脸笑我妈？一边踢我一边嚎啕大哭，我这是什么命生出这么个垃圾高考？一分都没有传出去，要让人笑掉大牙。我爸气得脸色铁青，把手里的水杯重重砸向我。赔钱货，就是赔钱货，供你念了这么多年书，一分都考不出来。玻璃杯砸在地上，碎片飞溅，我伸手挡住脸。其实他们只要稍微仔细点，就能看清屏幕最下方那行小字，可是谁都没有这么做。许腾龙顺手关掉了页面，所有人都站在旁边看我笑话他们，心中早已认定我不行，迫不及待要给我定个罪名，分数都没有，那连专科都上不了，这可怎么办哦？大姨摇头叹气，一副过来人的口吻。我早就说了，女人读书没有用的，看我家丽丽初中以后就不读了，现在在美容院上班，一个月工资也有4000多块，你们白给平平多念这么几年，是浪费多少钱啊？我妈抹着眼泪，那不是隔壁大武家的闺女嫁了个老有钱的大学同学吗？给大武2口盖房子，还把他弟弟搞去省城给他买了房子，全村哪个不羡慕？大武说越好的大学里头有钱人越多，我家婷婷不比她闺女长得好看，没想到光长脸不长，脑袋废物，早知道生出来就该把你送走，我养条狗也比养你好。我妈说的生气，又过来打我的脸，亲戚们七手八脚的劝，已经这样了，消消气，你把他打死也没用啊。大姨在旁边朝我使眼色，婷婷你快过来，给你爸妈跪下道歉，以后去打工，工资都上交给妈妈养你到这么大做人，要知道感恩，听见没有？我爸脸色铁青，他知道感恩就不会考不出成绩，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这个白眼狼，故意考不出分数，你从我家滚出去以后，别想从老子这里要1分钱。我垂着头坐在地上，鲜红的血液顺着纤细苍白的脖颈蜿蜒。我妈眼神从我身上扫了一圈，忽然激动起来，你是不是早恋了？那个男人是谁？你们到哪一步了？你早恋散了心思，连考试都忘记涂答题卡，是不是这样？我妈冲过来薅住我的头发，歇斯底里五官，因为愤怒扭曲着，你个赔钱货，你是不是让人占便宜了？当初那件毛衣不是周老师买的，是那个男人送的，你这个不要脸的下贱东西吃了我们家这么多年白食，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我打死你头皮，被剧烈撕扯，我被拖行了几步，努力撑着手摇摇晃晃站起身来说3那年的冬天，周老师送了我一件毛衣，冬天的体育课在操场跑步一圈，热身后老师会要求我们脱掉外套，女同学们穿着各种各样颜色鲜艳的毛衣。我脱下厚重的棉服，露出的是一件紫红色的夹棉上衣，打满了补丁。我妈在菜市场买的55块一件，我奶奶一件。她说这种老年人的衣服最实会用料足，价格也便宜，穿在里面无所谓。可他自己从来不会在那儿买衣服。同学们静默1秒，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哈哈哈哈！许平平，你是不是穿了你奶的衣服啊？笑声铺天盖地。我垂着头，盯着脚尖，努力告诉自己不用在意，可脊背紧绷，所有人的眼神都好像一根根利剑万箭穿心。我握紧拳头，在同学们的哄笑中上了一节又一节体育课。后来其他班级的人也听说了，会绕到操场西北角来看许奶奶，这其中包括成绩年级第2的萧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震惊嫌弃的眼神。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个人的目光比其他人加在一起更让我难受。我跑回教室，把头埋进课桌里，大哭。周老师站在门口看我，什么都没说。放学时他往我手里塞了一个袋子钱，几天买了件毛衣，太小了穿不上，正好给你穿彩虹条纹的针织毛衣，色彩艳丽，就像其他女孩闪耀的青春痣。告诉我应该拒绝的，可我太想要了，我没法说出一个不自我欢欣雀跃的带着那件毛衣回家，幻想着下次体育课穿上他同学们惊艳欣赏的眼神到家。以后我妈看见我手里的购物袋，立刻走过来翻看哪来的毛衣，还是品牌的周老师送给我的。她说我上次考试考得好，奖励给我。我讨好的拉住我妈的手，
妈妈，我明天能穿这个吗？我妈摇头拒绝，一脸嫌弃，花里胡哨的不许穿这牌子，还不便宜，标签也在我拿去退了，正好给你弟弟买件卫衣，那是我唯一。似反抗我妈，我伸手去抢袋子，我妈惊怒交加，顺手拿旁边的烟灰缸狠狠砸在我肩上。好，你这么爱美，你想早恋是不是？许萍萍，你是不是在早恋？很快我爸回来了，见到那件毛衣怒不可遏，两人一起揍了我一顿，逼问我有没有在早恋，还要带我回学校找周老师对质。我屈服了，没有早恋毛衣我不要了，我不嘘。要了少年人薄弱的自尊心、羞耻心，我都不要了。我的全世界只剩下学习书本，不会跳出来嘲笑我每一页的标准答案都是对我的赞扬。我身在漆黑的馆中唯一的光亮就是高考那束光从头顶穿下，照耀我单薄的灵魂。行了，等会儿再打我分。还没查呢，我弟不耐烦的喊声响起，仿若圣旨。我妈立刻松开手。我爸也忙挤出一点笑脸，凑到电脑旁边，对先不管那个赔钱货乖儿子给爸看看。你考了几分？许腾龙正要输准考，正好门外忽然大声喧哗起来，就是这里。许家姐弟救助着许国伟，快开门，你家出状元了。有人用力拍门，屋外熙熙攘攘，满是哄笑声和议论声。我大姨走过去打开房门，一堆人涌了进来，带头的是几个看热闹的邻居，身后还跟着我们学校的教务处主任和几个老师。上初中后，我爸做生意赚了点钱，为了方便我们姐弟上学，就搬进县城买了房子。在这小区住了6年，街坊邻居都很熟悉。隔壁王阿姨激动的大嗓门一阵高过一阵。许国伟，你家祖坟冒青烟了，清华大学要不是3中的老师就在这里。打死谁我都不信，我们这小县城还能出个清华大学的1中，去年最好的也才考了复旦3中，居然能出个清华。以后我闺女也不去1中了，就来3中还。是你们3中会教孩子。王阿姨的恭维让3中几个老师都笑了起来，邻居们七嘴八舌。我爸妈听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我妈嘴唇哆嗦，慢慢伸手捂住自己的胸。口第1名是状元，我爸眼冒泪花，双手紧握在一起。清华大学是北京那个清华大学吗？教务处主任笑着摇头，现在还没定呢，你们频频留的家里电话打不通。清华北大招生办都给学校打过电话了，具体选哪个学校要孩子自己定。我爸头昏脑胀，踉跄一步抱住我弟弟。清华大学儿子你太棒了，儿子爸爸为啥你感到骄傲。我妈大哭又大笑，跟着扑过去抱住我弟，一家3口紧紧相拥在一起。腾龙，我的乖宝，你从小就聪明，你生出来妈就知道你不一样，太有出息了。儿子3人哭叫了好一会儿，老师和邻居们尴尬的对视一圈。王阿姨叫起来，哎呦，搞什么了？中状元的是萍萍，不是腾龙，是你家闺女许萍萍。你呀，你怎么流血了？快让阿姨看看。王阿姨拉过我，掀开我额前的碎发看了一眼，忙拿纸巾压在我伤口上。小娟，快去家里拿碘伏过来，给你萍萍姐伤口处理一下。教务处赵主任挤过来看许萍萍同学，这是怎么了？要不要送医院？我爸妈目瞪口呆，这不可能，他连成绩都没有，1分都没有，怎么可能是他老师？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赵主任眼睛一瞪，他进了全省前50名分数，会被屏蔽，这还能搞错吗？许腾龙大叫起来，不可能，他每次考试都比我差，怎么可能考状元？我才是许腾龙。推开爸妈，扑到电脑前面，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查询。很快屏幕跳转显示了他的成绩，考生姓名许腾龙，总成绩468分。许腾龙脸色惨白，468分，我为什么才468分？赵主任点点头，小伙子考得不错，本科应该有了。许腾龙不甘心，又把我的准考证号输一遍，我的成绩依旧显示星号。赵主任指着最下面一行字，看见没？位次进入全省前50，说完美滋滋的拿手机对着屏幕拍照片。这页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们都来看看，哈哈哈。沾喜气。在学校老师的交口夸赞之下，我父母终于反应过来，考了第1的是我那个没后劲不够聪明的赔钱。或许萍萍不是他们寄予厚望，必然会飞黄腾达的。许腾龙，我大姨惊叫一声，萍萍考了清华呀。腾龙也有本科2妹，你真会教育孩子，可不是婷婷真有出息啊，2个孩子都棒，老师们都还在亲戚邻居
的起哄声中，我父母尴尬地笑着附和着，夸奖我妈伸手摸我额头，看你这孩子考得那么好，咋不说清楚呢？我偏过头，我妈的手落了空，她眼神一变，把不满的情绪强压下去。许腾龙崩溃了，这不可能，他每次考试都比我差的，他作弊，他肯定作弊了。老师，你们去查分，他绝对作弊了。郑主任脸一板，嗤笑一声，屁。B 这种分数，我标准答案给你抄，你都抄不到。以前所有的模拟考试卷都封存在档案室里，方老师都告诉我了，他成绩为什么没你高，你心里没点逼数？妈，几个老师看向许腾龙的眼神充满了厌恶。人这一辈子长得很，以后出学校进了社会，比你优秀的人多的是，其他人还能让着你。许腾龙骗别人可以，哈。别连自己都给骗了，你这样以后走不远的。亲戚邻居们惊愕地看向许腾龙，他脸色惨白，捏紧拳头站在原地，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郑主任也不愿意把事情说得太直白，顺势扯开话题，说学校和教育局都要给我发奖学金。几个老师离开以后，在邻居们的簇拥下，我爸妈浑浑噩噩带着众人去了酒店。物业是到消息，激动地订了横幅，把小区门口和大路都挂了个遍。一整天有无数的亲戚朋友来我家拜访，主动送上红包，我爸妈的电话铃声就没停过。我妈从开始的茫然无措，到后面得意洋洋地拍着桌子，那孩子从小用功可不是吗？他能静下心，红包就算了，那么客气干什么呀？放心吧，让他给你儿子指点指点。挂完电话，我妈揉了揉笑得僵硬的脸颊，向后靠在椅子上，长长的舒了口气。萍萍，你们老师说学校要发你2万奖金，教育局另外给10万，说县政府市里都有奖励。我的天哪，你这一口气挣的抵你妈好几年工资。妈明天去给你买手机买电脑，你想要啥样的？跟弟弟一样的好不好？我妈满脸讨好的看我爸中午的酒还没完全清醒，晃着脑袋买品品，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夫妻两人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慈爱和温柔，这辈子唯一的一天，他们的眼光终于从我弟弟身上移开。为了这一天，我努力了18年，无数书本在我脚下铺成阶梯，我一步一步攀登，终于踏上顶峰，站在聚光灯下，然后我张开双手拥抱那是一团温暖的光芒，那是我弟弟什么也不用做，一出生就能轻而易举获得的东西。爸爸妈妈的爱，许萍萍他们终于爱你了。看着那双在梦里渴望了无数遍的眼神，我心中没有欣喜，只感到悲凉。许腾龙黑着脸坐在沙发上看，得意什么？他就是个白眼狼，坏中憋着劲使坏。他成绩那么好，平常故意考的差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想看我们笑话。许腾龙越说越气，从沙发上跳下来，朝我走过来，举起巴掌。TMD 许萍萍，你这个贱种，害我在老师面前丢脸。我站在原地没动，爸妈已经尖叫起来。我爸冲过来拉住许腾龙的胳膊，住手！我笑起来，从桌上拿起一个玻璃杯，狠狠砸向许腾龙的脑袋。许腾龙头破血流，愣在原地，眼神是中满是不可置信。你打我，你敢打我，我杀了你！我明天要接受县电视台的采访，你朝我脸上打是我把脸凑过去。许腾龙狰狞着要扑上来，我爸死死的抱住他，父子两个扭成一团。许腾龙摔倒在地，我走过去，在他面前蹲下来。许腾龙，你可以抢走我的玩具、我的衣服、我的宠物、我的钱，我所有的一切。我伸手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这里的东西你抢不走。我眼神冰冷，头一次在他面前挺直脊背，带着居高临下的气势。许腾龙快气疯了，呸！你算什么东西？爸妈你们看看他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我妈站在旁边当和事佬，算了算了，姐弟两个吵吵闹闹，算了算了，他比你大，你小孩子别跟姐姐吵。真新鲜的说辞啊！爸在教训许腾龙。我回到房里，我妈端了一盆包好的桂圆进来，这从来是我弟才能享受的待遇。婷婷，你别记恨，弟弟他年纪小不懂事，以后爸妈老了，他就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姐弟，要互相照应。等往后你出嫁了，有个弟弟，婆家人才不敢欺负你。你好好读大学以后，找个好对象，像大武家闺女一样争许给你弟，在北京买个房子，我这辈子就够了。我妈畅想未来，两眼放光，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小时候的事情。你弟对你有大恩情，他脾气犟，你也让着他。点我板起脸，我累了要睡觉了。好，那你睡。我妈关上房门离开，我站起来把那盆桂圆倒进垃圾桶。不知道我爸说了什么，许腾龙很快就接受现实，不再吵说。
我发脾气这个漫长的暑假，我找了几份家教的工作，得益于状元的名头，家长们给钱大方又爽快，我攒了一小笔私房钱，我爸妈牢牢握着那些奖学金，说要留着当我大学学费，我没跟他们争也争不过，我已经忍了太多年，不差这些东西了。去北京那天，爸妈到火车站送我，许腾龙垂着头站在旁边脚上穿，说他渴望已久的限量版球鞋是用我的奖学金买的。我妈捅捅他的胳膊，他抬起头，神色不自然地撇撇嘴，一路平安。再见列车疾驰，我趴在窗上贪婪的朝远处看，地平线上朝阳升起，霞光万丈，所有晦涩的过往都丢在昨天，无边无际的蓝天下是盛大而远阔的自由。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极为充实，暑假留在学校附近兼职做家教，从来不回家。我爸妈一改以前的态度，会按时给我打生活费，也会在电话中对我嘘寒问暖。我总是借口学业忙碌直接挂断电话，熬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鲜亮的衣服首饰对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保持着朴素的消费观，攒下一笔可观的钱。唯一不同的是，我蓄起了长发。以前爸妈为了防止我早恋，会把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活到18岁，远离家乡，才终于对自己的头发有了话语权。我很珍惜我的长发，不吝惜用很好的洗发水和护发素把它保养得闪亮柔顺，就像我能掌控的下半身。大学毕业后，我跟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正好踩中短视频风口，公司业务迅速壮大。我开着奔驰车回到老家，所有人都跑出来看我。大姨绕着车标打转，张大嘴巴，啧啧感叹，还得是要读书啊，则清华毕业这么挣钱呢，早知道当初应该让我们丽丽也时读高中。我妈抱着胳膊得意地笑，你家丽丽那成绩读了也没用，本科都考不上，不像我们平平，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大姨陪着笑脸，是啊，那怎么能跟平比平从小就读书，好脑子也活。吃饭时，我妈拼命给我夹菜，朝我弟弟使眼色。我弟欲言又止，姐我谈对象了，打算明年办婚礼。头一次许腾龙不再连名带姓的喊我，而是喊我姐姐。我爸搓搓手，把手机里女孩的照片给我看，省城的条件蛮好的，女方家要求彩礼28万，市区一套房子。平平，你给爸爸转个200万。我放下筷子，我瞅你像200万。爸妈吃惊地看着我，我这么多年的漠然让他们以为我还像以前一样乖顺。我妈开始说好话，见我始终不答应，又哭着掀翻桌子大骂我白眼狼没良心。许腾龙双目沉沉盯着我看，你要怎么才答应给钱？是不是要我跪在你面前才满意？我摇头。第一，你娶妻买房是你自己的责任，父母要管是他们的事，和我没关系。第二，如果真的要我出这笔钱满足我一个条件，我可以给你们。我妈居然抬头，双眼通红，啥条件？婷婷你提啥条件妈都答应你。我轻声笑了，妈妈我要那件毛衣。我妈瞳孔放大，颓然倒在地上撕扯自己的头发，你还是怪我，这么多年你还是在怨我和平的外衣哈，撕得粉碎，那里是严重溃烂的伤口，早就发烂发臭，绝无愈合的。可能爸妈撒泼打滚闹成一团，我任由他们发疯，收拾行李离开了家。回北京那天，表姐陈阳丽约我见了一面，她是来当说客的。他们夫妻在县城里开了家炸鸡店，一年能赚小几十万，日子过得也算有滋有味。表姐抱着孩子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几年的艰辛不容易。平平，我当年早就不读书了，打工挣钱给我弟交学费。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待半年了。你说好笑不好笑？我爸妈费尽心思培养他落的这个下场。现在我妈提起我，满口夸赞我，其实想想也多亏了他们，太宠我弟，把他惯坏了，他什么担当都没有。你看我很早就进社会摸滚打爬，日子反而过得不错。表姐把手放在我手背上，婷婷别怪他们了，要是他们不重男轻女，你能憋着劲那么用功考那么好的成绩，都是一家人过去的就算了。表姐的眼神中满是自豪和满足，她说服了自己，因为父母的不重视而努力奋斗，获得还算不错的人生。反过头来又感谢父母在逻辑上达到自洽，也同自己的过往和解，可我和解不了。王朔有一句话，世界上最阴险、最歹毒、最无耻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苦难去愚弄底层人。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使人成
长不会带来成功，它只会使人痛苦，造成心理创伤，而那些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幸运儿，不过是幸存者偏差。我考上清华，不是因为父母的重男轻女，是凭我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那一点侥幸强过普通人的智力。大部分资历平平的女生像我表姐一样，她们被剥夺了教育的权利，封锁了向上的通道，只能去打工挣钱，最后还要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给家里的宝贝儿子娶媳妇，他们要感激这一切吗？表姐，其实你初中成绩比你弟弟好多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不辍学会怎么样？表姐愣在原地，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很久很久都没有再说话。表姐也失败了，我妈冲上来破口大骂我，关上车门，踩下油门，扬长而去。他们一家三口站在小区门口，愤怒不解的身影逐渐成了一个小黑点，从后视镜里消失。前方是一片艳阳，天价千金。脱离豪门后焕然新生，我是宋家的假千金。订婚当天，未婚夫带着真千金来到现场，当场要求退婚。夜晚才是宋家的真千金，宋瑜是假的。我要退婚。夜晚也趾高气昂地说，那个家不属于你，你滚吧。我很干脆地同意退婚，祝福他们锁死后开心地离开了现场。没有人知道，其实今天这一切全是我的刻意安排。我和徐毅的婚事是双方被做主安排的，我跟他甚至谈不上熟，完全不熟的关系，他自然也不喜欢。我同意订婚，全考虑的是家庭因素。徐家和宋家都称得上豪门家庭，但徐家近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宋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风光只是表面的，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情况。我知道那么多，全因订婚前我在朋友帮助下调查了徐家很久，两个只剩空壳支撑的豪门家庭都打着借结亲让家族企业回暖的心思进行豪门联姻，完全没考虑双方儿女的想法。这婚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要订。徐毅带着夜晚来到订婚现场，退婚其实是我精心设计的一场局。我穿着礼服站在现场，等待徐毅出现的时候，一直在悠闲自在的喝茶。我甚至拿出手机看了好几次时间，迫切希望他早点来。他再不来，徐妈妈为了家里情况好转，都快抛开儿子，直接认我做儿媳了。徐毅没让我意外。订婚典礼开始前5分钟，真带着夜晚出现了。今天的夜晚精心打扮过，一身剪裁得体的高奢礼服，大波浪长发，妆容冷艳，颇有豪门千金回归的气场。徐毅一来到后场，就当着双方家长的面揭穿我妈宋叔叔。宋瑜是假的，宋家小姐夜晚才是真的。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夜晚，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事。希望爸妈和宋叔叔、陈阿姨成全我们。我对他的话鄙视得很，既然那么喜欢，又答应家里人的安排，订什么婚？准备订婚宴不需要钱的吗？还是在家里本来就不如以前的情况下，又渣又没脑子。夜晚急着掀开礼服的后肩给宋夫人看，夫人您肩部同样的位置是不是也有一块这样的红色胎记？我才是您的亲生女而她肩上的胎记比较特别，是一个小小的月牙，不是常见的胎记。陈一身上确实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位置，大小颜色全都一样，同样位置同样形状的胎记完全没关系的可能性小之又小。陈怡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徐家的退婚马上带着夜晚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几天后出来的血清无一。夜晚在鉴定结果出来的当天就被接回了宋家。像很多小说里写的那样，夜晚一进门就看到我发脾气，让家里人做起了选择。妈宋瑜占了我的身份20多年，要不是因为他，我们母女也不会分隔那么久。现在我都已经回来了，我要宋瑜今晚就滚这个家，要宋瑜美，我要我没宋瑜。夜晚在叶家生活了23年，叶家境贫寒，他却养出了大小姐脾气。我努力装作柔弱可怜又无助的样子，目光看向旁边的陈姨妈。这个时候的我简直比绿茶还绿茶，虽说迫切想要离开，这个家旦戏总归还是要演下去的。我其实是在故意激怒夜晚，让他以为我想博陈怡的同情，继续留在这个家。夜晚更火大了，态度非常坚决。爸妈，我要他今晚就搬出去，马上离开这里，我1分钟都不想看到他。我生怕陈怡拿我和夜晚的长相衡量起我俩的商业价值，立马说搬我，今晚就搬我，不会让爸爸
妈妈为难的，而且徐艺和小婉两情相悦，我不能拆散他们。陈怡本来想阻止的，一听我这话，又把未出口的话打住了。其实女儿对她而言都一样的，只要能给家里带来价值，换谁都一样。她对我压根儿就没什么感情，包括宋天也差不多，两个人都一样的。宋家重男轻女，夫妻俩都不喜欢我。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从怀着女儿开始，宋家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宋天夫妇一致都认为这个孩子跟家里八字不合之至。我稍稍长开后，夫妻俩觉得我长相漂亮，在我身上发现了生女儿的价值，那就是豪门联姻，靠嫁女儿挽救商业危机。父爱母爱是什么？我从未感受过。虽说宋家没落，可好歹表面上看着也算豪门，我倒没饿过。肚子可大概见了，我就觉得凡从小到大哥哥有的东西我永远没有，甚至是上下学哥哥都有人接送，而我却只能自己坐车。宋天夫妇告诉我，小朋友要学会独立自主，于是才4岁的我就得学会讨好邻居，蹭邻居阿姨的车，在她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跟着她一起去幼儿园。因为生意经常不顺，宋天回家后就是爱发脾气，每次我成了他发泄的出口。我甚至在想，如果我长得不够漂亮，没了以后为家里商业联姻的价值，宋天夫妇是不是早就让我滚出这个家了？我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服，拖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夜晚在大厅看着我，有没有带走什么贵重东西？这个家本身就不属于你家里的，一切也都不属于你。让我看看他，把我拦在门口，打开我的行李箱，把里面的衣服全倒在地上，一件件检查起来。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宋家小姐在宋家的生活是怎样的，像宋天夫妇这种恨不得把我塞回娘胎就当没有这个女儿的父母，怎么可能会给我买贵重的东西？甚至是我的衣服每件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还没有徐艺送给叶晚的那些好。叶晚什么都没找到，拍了拍手，满意的站了起来。回你的叶家去吧。他冲我笑了起来，表情高高在上，又带着嘲讽叶家的情况，我自然也调查过家境，非常非常一般。夫妻俩卖早餐的，起早摸黑，每天大清早就推着个小推车，装着早点到人流多的街头忙生计去了。每天挣的钱只有那么一点，点全用在了养叶晚这个女儿身上。我把地上被叶晚弄得凌乱的衣服一件件捡起来，整理好后放回箱子里，拖着行李箱走出宋家大门，和叶晚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停下脚步跟他说，你没调查过吗？其实我也不是叶家的女儿。你说什么？叶晚的脸色瞬间就变了，我欣赏着他的神色变化，又扔了颗炸弹给他。其实妈肩上有月牙胎记，也是我故意透露给徐艺的，这不定婚礼上他就带着你来了，你什么意思？叶晚震惊看着我，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故意让我和徐艺有情人终成眷属。宋瑜，你有这么好心，我又没闲着，当然不可能那么好心，可我总不能告诉他实情，吓得他不敢回归吧。宋家的女儿在宋家唯一存在的价值就是换取商业利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宋天夫妇甚至记不起家里还有这个人家人是什么。我不知道家庭的温暖，我也从未体验过，我永远记得有次下着滂沱大雨，我发了高烧，缩在墙角，感觉自己快死去，但养父母因为雨下太大，出行不方便，医院都懒得带我去，甚至尖酸讽刺体质那么差，怎么是不烧死你算了。后来我昏昏沉沉，快失去意识，邻居阿姨透过自家房间阳台看到我，吓了一跳。阿姨出于同情心送我去了医院。宋天夫妇只简单一句没看到就推卸了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想着过去，我的心里涌上一味苦涩。我不需要告诉你那么多，把脑中的思绪挥开，没有和叶晚解释。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宋家，上了出租车，我的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甚至想撒花庆祝一番。车上的时候，我给闺蜜打了个电话，软我离开宋家了，在租到合适的房子前，我可能得暂时在你那住几天。阮夏听了我的话，愣了半会儿，道小鱼，你不打算去找那家人吗？我摇了摇头道，不了，暂时不急。你怎么想的？你和阿姨明明那么像阮夏对我的话很意外，基因鉴定都还没做。我提醒他，阮夏大概觉得我有自己的打算，没再多说什么。我挂了电话，从手机里翻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
一个中年女子，相貌温婉，面容恬静，长得和我有9分相似。阮夏和他哥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说过，我长得很像他们认识的一个人。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暗中调查起了自己的身世。我不是叶婉养母的女儿，这是我做过鉴定的。我曾经去过叶婉养母的早点摊买早点的时候，隔壁摆摊的大妈因为摊位和他发生了争执，扯落了他的一撮头发。我借扶他的功夫，把掉落在他身上的头发捡起来，用这几根头发和我的做过血缘鉴定。宋家我也用同样的方式鉴定过，我既非宋家人也非叶家的。这个时候又正好有个和我那么相似的人出现，我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个世界上完全没血缘关系的人不可能打到相似度如此高，就算不做鉴定，结果也差不了多少。但我并不想立马上门认亲，因为我不想遇见第二个宋家那样的家庭。如果要认亲，我会提前把那家人了解一番。叶婉回归宋家后，为了彰显自己千金小姐身份，第二天便带着徐毅去了高档奢侈品街，买进一家珠宝店前，他发了条朋友圈图片，是他站在奢侈品店前故意摆拍的，还配了段凡尔赛的话，好无聊，每天都是买买买。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宋家和徐家现在的经济状况，这样的他，我只觉得嘲讽宋家小姐若是能过上天天逛奢侈品店的生活，还需要靠联姻来挽救商业危机。这个时候的我突然很期待叶婉被打脸的那天。今天碰巧阮夏也在叶婉去的那家店逛。叶婉进去后半个小时，阮夏给我发了条视频过来，视频拍摄的是叶婉在店内狂扫货的情形，买了一块腕表、一个戒指、一条项链、一个手镯。结账的时候要付280万，结果收银员看了看叶婉，又看徐毅，两个人谁也没拿出钱来，最后自然什么东西也没买。走出店的时候，叶婉觉得颜面扫地，冲徐毅发起了脾气。我们两家都订婚了200多万，怎么了？喜欢我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徐家虽然没落了，但这点钱还不至于拿不出来，但是能拿出来不是用在这方面。徐毅明显也很恼火，毕竟我和他联姻的时候可是从来没要过他任何东西，换了叶婉结个婚，开销差距太大。婉婉，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按掉手中的烟头，徐一烦躁地踢了下旁边的石头。以前是穷人家孩子叶婉塑造的形象，一直是我见犹怜白月光，现在是富家千金，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性格还能一样吗？我们现在叫订婚结婚，对女人而言那么重要，你没给宋宇买过吗？他一个假千金能有我，为什么不行？叶婉和他争论，徐毅还真没给我买过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连当初订婚徐家为了撑场面，还是拿的徐老夫人的老古董珠宝给我。不过不和徐毅订婚后，这些东西我退回去了，他从没开口要过任何东西。徐毅冲着他低声吼，叶婉往后退了2步，有些被他吓到。徐毅以往是从不舍得对他发脾气的，猛了半晌，他开始无理取闹，你凶我干什么？后悔和他取消婚礼了吗？我看着视频里的两人，对叶婉的话嫌弃极了，可别好马不吃回头草，你俩天生一对就该锁死。出于想少花点钱娶个老婆的后悔，我也承受不起。我想看徐毅的反应，哪知阮夏拍的视频到了这儿就没了，后面他发给我的是他爆笑的语音，看得出来看了今天这出戏他心情很好。我看完戏转去了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是和阮夏合开的美术工作室。阮夏是富家小姐，家里本来就有钱，我投入的部分钱则是大学时候参加一次比赛得的奖。金刚到店没半个小时，叶婉和徐毅走了进来。叶婉本来只是想进来随意看看贴件屋内墙上我和阮夏合拍的照片，立马变了脸色，这家工作室是你的？他冷着脸问，火注意力在手中画框上头，也没抬回了他一句。叶婉本来今天在奢侈品店出了糗，心里就火大，看到我的工作室，火气瞬间就达到了顶点。是他踩着细高跟在工作室转了一圈，每经过一个画框就故意推倒在地，工作室的画作被他砸了一地。他边砸边茶里茶气地说，哎呦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抬起脸庞，目光瞬间就冷了下来，我一把将他的手腕捉住，我的力道很大，他白皙的皮肤几乎是立马就出现了红痕。宋宇，你干什么？叶婉扭曲着眉看着我，想要把手腕从我手中挣脱出来，力气却不够，我一把将他推倒在地，摔得他的身体重重跌在冰冷水泥地面，手心手肘立马涌出了血。我学着他刚
摔我话的口气轻描淡写的说，不好意思，我也不是故意的，你什么身份敢摔我，不过是宋家的养女而已。一个冒牌货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叶婉气的是啊，从地上爬起来，抬起手就要打我，手还没挥下来，身后一道咔嚓的声音却忽然响起。叶婉回过头的时候，发现门口站了个西装笔挺的年轻男子，男子手上拿着手机镜头，刚好对准他的手。叶婉愣了愣，一时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年轻男子收好手机走进来，递了一张名片给他，锦城律师事务所夏行之。他是扭过头看了下狼狈的地面，配合上他刚拍下的视频证据，他的目光转向我道，寻衅滋事，如果想告的话需要帮忙找我。叶婉在听到夏行之名字的时候，脸色已经白得跟死灰色的，再一听他口中的罪名，更是整个人都软了。夏行之，律师界鼎鼎有名的金牌律师，从业至今没打过一场败仗，他若是想给自己安罪，那肯定是没得跑了。夏行之没看他，而是在等我的决定。是他先打我的。叶婉试着狡辩证据，夏行之面无表情，问他叶婉雨伞视频分明是他拍的，他现在帮着宋瑜前面的一段哪有视频证据，而且就算前面也被拍到了，先推倒化作惹事的是自己，真打起官司来他也赢不了叶婉理亏，又把宋家养我这儿事摆了出来。宋瑜，我宋家养了你2-3年，你敢告我，我有什么不敢的？他怎么不回去问问宋家怎么养女儿的？不过他这次闯的祸不算严重，就算真提高惩罚也不会多重，比起让他被教育几天，我更喜欢挫他的气焰。道歉，我指着地上的画对他要求。叶婉生性高傲，哪说得出这种话？你也配？他下巴抬得高高的对我的话特别不屑。我扭过头问夏行之，故意毁坏他人物品还打人，怎么判？夏行之一本正经和我念起了刑法。根据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公司财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具体得看画作的价值有多高，不多20多万，肯定有我故意夸大画的价值。宋家堂堂豪门，叶婉对这点数目特别不屑。就这，我赔给你。就是他拿出手机立马给宋天打了个电话，爸爸是这样的，我不小心摔了宋瑜的话，宋瑜缠着我要赔偿的20万，您能现在转给我吗？他这通电话很有心机，把自己说的很无辜，我反倒成了难缠的那个，估计是想败坏我在宋天那儿的形象。可他哪里知道，宋天眼里从来就没有过女儿，哪会管我是什么形象？本来宋家现在生意上需要的资金缺口就大，宋天压根没听他前面的话，注意力都在20万去了。混账东西，20万是张口就能来的，你当前是大风刮来的。宋天沉着脸怒骂叶婉，被他骂得有点猛。不对，宋家一个豪门给女儿20万怎么了？这不就豪门家庭孩子平时的零花钱吗？叶婉慢慢意识到了不对劲，爸，咱们家是不是最近遇上了点困？他想细问，瞥见还在旁边站着的徐毅，又把话忍住了。不行，他还得靠着宋家小姐身份嫁入徐家，不能让徐毅看出问题。叶婉把话止住，找了个借口挂掉电话，又把目光转向徐毅，阿义，你帮我付吧。叶婉亲密地挽着徐毅的手臂，跟他撒起了娇，怎么说都是自己喜欢的人。徐毅200多万不可能帮他付20万，还是拿得出手的。虽然觉得今天的叶婉一直蛮不讲理，但徐毅还是乖乖把钱转给了我，20万到手，我没不依不饶，弯腰整理起了地上的花。阿姨，你最好了。叶婉亲了亲徐毅的脸，挽着他走了。徐毅走出店门前，侧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复杂，我的视线和他撞上，忽然很好奇，个时候的他有没有后悔过当初带叶婉出现在订婚现场？叶婉和徐毅走后，阮夏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跳出来，拍了拍夏行之的肩哥，干得漂亮，别提我刚才在外面看的有多爽。叶婉那样的人就该这么治。阮夏和夏行之是兄妹亲的，一个跟妈姓，一个跟爸姓。夏行之平时往我们工作室走的也挺勤的，这次调查我身世的事他也帮了不少忙，刚才又一次帮了我。行之，谢谢你，晚上我请你吃饭吧。我说行夏大律师平时时间应该不多，但却应得爽快，我们3个人在是
那之后一起离开了工作室，我今天请客很有心，在预算上下血本餐厅都随兄妹俩挑下行之，确实随意挑了，选了一家极其高档的云顶自助餐厅，但是去前他在我和阮夏在门外洗手间洗手的功夫，自己把3个人的单提前买了阮夏，大大咧咧地拉着我走进去，挑了个靠窗的位置，要挨着我坐下剔骨。还没碰到沙发，却忽然惊呼了声：“哎呦哥，你干嘛踢我？”不小心夏行之面不改色，回了他一句软下，对他无语理了理袖口，就要继续坐下，却再次被踹了一脚。哥，你又怎么了？阮夏猛看向对面的夏行之，腿长无处安放。夏行之俨然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抬手摆放起了餐具。阮夏傻了半会，看了看夏行之，又看看我，脑子忽然就灵光了。哥，我想坐靠窗的位置，你跟我换。他站起身，把夏行之拉出来，坐在了我对面。夏行之站起身，在我身边落座的时候，唇角漾起一抹若无的笑意。阮夏平时挺活泼的一个人，这顿饭却吃得食不知味，绷着神经，像是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哪又惹到了夏行之。吃完饭回到公寓后，他往床上一铺，闷闷冒出一句：“我感觉我今晚有1000瓦那么亮。”我无语，其实我哥挺不错的，你看你现在近水楼台，要不要考虑把他这朵高岭花摘下？他从床上爬起来，笑嘻嘻搂住了我的肩。夏行之的好我其实是知道的，但刚离开宋家，比起谈恋爱，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和叶婉其实在订婚礼之前就认识，知道我和徐艺要订婚。这时候叶婉找过我，她告诉我说徐艺不会喜欢你的，你嫁给他就跟守活寡一样，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主动放手。我回他正好我也不喜欢他，但家里做的决定我做不了主。可叶婉却不信他眼底的徐艺那么优秀，那么出类拔萃，家境还那么优渥，有几个女孩子会不喜欢他？认定我那话是托辞，见我没有放手的意思，对我瞬间生出了恨意。他找我的第二天，我在下班回家的一条小路上被几个小混混给堵住，试图拖我上车，毁了我那一晚。是夏行之突然出现，以一敌5，把我救了下来。我被几人拽住的时候，眼角余光瞥见了走廊尽头看着这边一切的夜晚。从那一刻开始，我更下定了要让叶晚回归宋家的决心。我已经替他承受了那么多年的辛酸，作为宋家人，宋家的其他责任该由他自己承担，包括宋家现在欠下的那么多亿债务。叶晚大概永远也想不到宋家的豪门千金生活是被父母当商品拿出去卖，以及身后背负了那么多欠债吧。我甚至有些期待宋家和徐家互相知道对方真实情况后，他和徐艺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叶晚隐约觉察到宋家的经济情况后，心里估计有些慌，怕他和徐艺的婚事发生变故。原本定在1个月后的婚礼被他提前几天后直接和徐艺结了婚。他本身是个高调的性子，回归宋家后，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宋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现在又是徐家少夫人，担着2重身份，说出去多有排面。为了衬托自己的身份，他的开销也越来越大，徐艺要钱的时候越来越多了。终于有一天，徐艺忍不住爆发，在大街上冲着他吼：“你能不能学宋宇懂事一点？宋宇什么都是宋宇，你觉得他那么好，怎么不把他娶回来？”叶晚大概是怀孕了，一手叉着腰，一手护着肚子，脸红脖子粗的回怼他徐家和宋家本来就是有身份的家庭，两人这么当街大吵，很快被人拍成视频传了开来。叶晚颜面扫地，宋天知道这事后怒不可遏，竟给我整出这么丢脸的事。以后走出去，别说是我宋家人，他从来不打电话关心叶晚，就像我在宋家那时候一样。这次是唯一的一次，觉得叶晚的事太丢宋家脸，打过来骂。人的宋家和徐家已经结为亲家，有了这层关系后，有什么需求也更好开口。宋家欠下的债务太多，已经撑不了太久，先向徐家开的口，让叶晚跟徐艺要一来填补公司漏洞。正好这个时候，徐家也准备拉宋家投资自己公司。叶晚和徐艺同时把各自家里的需求说出来后，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叶晚和艺都不傻，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徐家父母知道宋家的情况后，对叶晚也不如从前，天天对他摆起了脸色。徐妈妈甚至直接要求两人离婚，让徐艺再娶我。知道这事是因为这座城市就这么大，圈子小，很多事传着传着就传到了耳朵里。叶晚大概最近在徐家受的气太多，心里添堵。某天突然来了我，这个时候
死的，他脑子特别冷静，也不像以往那么冲动了。我记得你的户口还没迁出宋家吧？他盯着我看了半晌，清清冷冷道：我确实还没迁出宋家，主要还没认回。朕的亲人，我现在也没地方迁。夜晚又说，宋余户口还没迁出去，你现在就还是宋家人，宋家的债务你也有帮忙还的义务。其实从我知道宋徐两家的经济情况后，我就料到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哪条法律法规规定了养女有这样的义务？叶小姐，是不是法律学的不太好，需要我帮你科普下？不，我把手中的话搁下，抬脸看向他，法律确实没有规定养女有帮养父母偿还债务的义务。夜晚无话可说，只能和我争辩宋家有事，从情理上讲，你不该帮忙吗？我爸心的说，苦养了你2-3年，我觉得他的话讽刺极了宋天夫妇，如果养我真辛苦了，不需要夜晚开口。宋家有难，我也会尽全力帮忙。我小时候上学的，蹭邻居家车，生病发烧死在房间都没人管，吃着宋家的米，天天都在担心着长大会被卖给谁。宋天每次看我的眼神仿佛在数钱，他哪儿辛苦了？叶小姐是不是忘了我经被你赶出宋家了？我不想继续理会。他转过身画起了画，夜晚气得咬牙切齿，可又拿我没办法。宋家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夜晚其实也可以直接不管家里的事，但他太贪恋豪门小姐的身份了。宋家如果一到他，就会变得什么也不是。他恐慌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后来他又来找过我几次，想让我卖掉公做事支柱。宋家提的要求无理的直接被阮夏赶了出去。我和宋天夫妇本来也没什么感情，夜晚又曾经对我做过那些事，宋家的遭遇我一点儿也不同情。我在这几天按着阮夏给我的地址去了一次那个家我之前不了解也一直没敢去的地方。抵达别墅后，我装作躲雨的样子在屋檐下站了会，一个气质优雅的中年妇女走了出来。没带伞吗？这雨下的可真大。她的声音温柔极了。看见肩头淋了雨的我，把自己手中的伞撑在了我头顶，别淋到雨感冒了。我抬起脸庞目光看向他的时候，他盯着我的脸愣在了当场。他或许也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2个如此相似的人。孩子，你多大了？他柔声问我，伞始终落在我头顶上，也不管自己淋到雨没。23岁10月初7生的我，说他手中的伞掉落在了地上。他怔怔地看了我半晌，张开双臂将我搂住道：太巧了，巧了。他一直在碎碎念我，被他按压在怀里，眼外雨很大，春寒料峭，可他的怀抱却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之前一直不敢来，是怕这个家和宋家一样冰冷，可只是一个拥抱。我知道他和宋天不可能是一个类型的人。后来他拉着我去做了血缘鉴定，还派人调查了当初我被报错的真相，得到的结果是当时生产医院的护士自己失去孩子后，精神受到了刺激，混乱了好几个同一天出生的孩子。我在几天后正式回归了那个暗中了解了那么久的迦南父。陈沈家真正的名门望族回归的当天，为了介绍我的身份，妈妈开了个宴会，把南城所有名望的人都请来了。宋家虽然没落，但好歹之前也算豪门，也收到了邀请。夜晚看到穿着高定礼服公主一般被人群簇拥的我，嫉妒的眼里快能喷出火。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他努力追求的身份和地位，我却唾手可得。是爸，我没理他，端着酒杯走向了角落里，静静看着我的下行之，我的认亲之路。下行之帮助我太多，行之谢谢你。我敬了他一杯。下行之笑了笑，抬手揉了揉我的脑袋。这一切本来就属于你。他的一个动作又让夜晚红了眼，大概在他眼底，我就不配拥有沈家千金这样的顶级豪门千金身份，以及下行之这样的男人。对我好吧。宴会举行到一半，他走向我，再一次问我宋家的事。你到底帮不帮？你现在的身份帮宋家轻而易举，以前从来没有对我投过一记关爱眼神的宋天今晚目光就没离开过我。他看到夜晚单独和我聊，也凑过来和我演起了父女情深。小鱼爸爸其实一直很疼你的，只是不善于表达，辛苦把你养大也不容易，你说是吧？你就帮帮爸爸吧。我只觉得他的话恶心到了极点。他所谓的疼爱是发烧快死了就不管的那种吗？不过我在宋家长大，这是事实。喂，
防止他俩以后把这事儿挂在嘴边。我赚了20万，给他算作这些年我在宋家吃的那些米钱。20万对于宋家来说哪里够，相当于一点点忙都帮不上。宋宇，你打发叫花子，夜晚愤怒地冲我吼，带着人就乞讨，你和叫花子有什么区别？我回对他，夜晚被我气得颤抖，扬起手想打人，可这是沈家的地盘，他还没胆大到这种地步。我是小鱼的专属律师，有什么事跟我说。夏行志看到这边的情况走了过来，他确实算我的专属律师，不要钱的那种。他一个名嘴夜晚，是哪说得过他？一看到他夜晚，所有骂人的话全堵在喉咙，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瞪了我一眼，愤恨地拽着宋天离去宋家，到处借不到钱，投资也拉不到人，公司称没多久就破产了。徐家情况也差不多前后一起破的，产业晚还没享受过豪门千金生活，又回归到了以往的生活。可他对豪门的执念太深，哪里甘是心过这样的日子，和徐毅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了起来。她嫁过去没给徐家带来任何利益，每天就知道买。徐家早就受够了她徐老夫人做主，直接命令她和徐毅离了婚。夜晚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的高傲的自尊哪容得下被徐家退人？离婚当天，她和徐毅大吵了一架，两人推搡中，夜晚摔倒在地，还子流产了。我再一次看到夜晚是在医院，她刚小产完出院的时候，夜晚脸色苍白的从病房走出来，看着我和身边的夏行之，眼里的妒火快要燃烧起来。她太不甘心我俩的不同经历了。趁着夏行之去挂号的时候，见楼梯间只有我和他两人，他猛地推了我一下。其实在看见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有防备，和他刻意保持了点距离。可他愤怒之下的力气大得超出我的预料，我还是被他推倒我的身体向下摔下去的时候，夏行之奔跑着向我冲过来，在我滚了几圈后将我抱住。我没受多大的伤，只是额头擦破皮。行之，这怎么定罪？我问夏行之。杀人未遂。夏行之说还有早前安排混混回我的事，你帮我查到证据了吗？说我又问我出手有失败的时候，夏行之说完帮我检查了下伤口。夜晚吓得瘫软坐在了地上，我报了警，夜晚被带走了。仅仅这2项罪估计都够他蹲很久。夏行之带我去做了详细检查，确定没伤到哪后送我回了家。抵达别墅的时候，妈妈在门口等我，她望着我的时候总是笑盈盈的，眼底的温柔都快溢出来。回到沈家后，我第一次体会了家里有家人等待自己是什么感觉。夏家和沈家是世交关系，一直很好。如果我没被调包，和夏行之该是青梅竹马。我瞧着你俩挺配的，要不找个时间把婚定了吧？妈妈看见夏行之调侃说。夏行之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在等我的意思。我和他认识已经有5年，大一认识阮夏那会儿就认识他了，因为阮夏的关系平时和他接触挺多的。我其实一直看得出来夏行之喜欢我，他每次来阮夏那都带着特别嫌弃阮夏在碍眼的表情。每一次我需要帮助时，他能准时出现。我甚至怀疑我每次下班他是不是担心我一个人回家不安全，都默默开车跟在我身后送我回家。否则那次夜晚找人回我，他怎么会那么碰巧出现？我俩脱离了妈妈的视线。回到房间后，没等他开口，我张开双臂环住了他的脖子。行之，我们结婚吧。夏行之看着我勾起唇，